就算你造出1把又如何？1个月的时间，你还能锻造出1万件不成？殿下，认清现实吧，1个月1万件根本不可能。为了莫国安宁，牺牲太子妃一人，值得。1个月就1个月，1万饼，品级只高不低，如数奉上。呵，好大的口气！你锻造1把都要3日，1个月1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若我到时交不出来，任凭2皇子处置，而且你们也可照样交出太子妃，不影响你们对蛮国交差，不是吗？不够，你区区一介贱奴，你的命不够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殿下若是信我，便有10成。好，我跟你赌，若是到期交不出1万件，本宫不但不再阻拦和亲之事，更会亲自上禀父皇，自请废除太子之位。好，哈哈哈，就这么定了。相国大人在此，正好做个见证。我叫许巍，上1秒求婚失败，下1秒就穿越，说好的开挂人生呢？怎么开局就掉进温泉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主人竟然是当朝太子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位太子殿下，她是个女的。我以为撞破这种天大的正义，我死定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为了帮她掩盖身份，当天晚上我就被她打包送上了太子妃的车。说好的穿越，怎么开局就掉水里了？哪来的狗奴才，还不给本宫松手？什么情况？等等，这脸不是历史上莫国太子的画像吗？太子是女的，坏了，我不是撞破了天大的秘密？这时大门被打开，一个刀客打扮的女子冲了进来，弯刀瞬间架在许巍脖子上。殿下不好了，陛下因为生病在大殿大发雷霆呢。赤灵，杀了这不长眼的狗奴才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殿下，我能治好陛下的病。等等，你当真有办法？若是没有效果，任凭殿下处置。好，本宫就赌1把。赤灵，带他去见驾。等等，若有人问起，就说你是我府上的小太监，说错一个字，死路一条，可明白？明白。此时，皇宫大殿内，几名太医被拖了出去，哀嚎不断。皇上，饶命呀！皇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拖出去，全都给朕砍了！朕是不是真的老了？陛下正值壮年，如夏至烈日，只是为国事操劳，气神消耗，才略感虚弱。那些庸医不明其里，胡言陛下有疾，该杀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朕的身体没问题？绝非陛下身体问题，小的斗胆献上神药，为陛下调理一番，定能恢复往日神威。快呈上来！你若敢欺君，可知是何下场？小的已向上人头担保。随后，福公公呈上木盒，快步走到龙帝面前，里面是一颗蓝色丹药。龙帝取出一颗蓝色药丸吞下。哈哈哈，好，真乃神药也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说吧，要什么赏赐？回陛下，小的许巍为陛下分忧是小的本分，不敢要赏赐。可惜了，若你不是太监，朕必为你封官加爵。不过该赏的还是要赏，祈福赏。许巍解赠信药，特封辞令一司，可辞赠金令，行走皇宫，不受限制。快，谢恩啊！谢陛下隆恩。此时东宫，龙青青正焦急地来回踱步。许巍啊，许巍，本宫这次可是把一切都赌在你身上了。哦，殿下，许巍与志玲回来了，同行的还有福公公。什么？福公公亲自来了？难道失败了？哎呀，老奴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陛下对您献上的神药极为满意，特命老奴来传旨，解了您的禁足令。太好了，总算解了。龙青青将一袋碎银扔到福公公手里，有劳福公公亲自跑这一趟了。殿下客气了，老奴也是奉了陛下的另一道旨意来的。陛下盼着您开枝散叶，延续皇族血脉，所以命老奴从今日起监督并记录殿下与太子妃的同房日期，以便太医院调理身体啊。这种小事怎敢劳烦福公公？殿下，皇族血脉岂是小事？陛下有令，老奴必须亲自记录。您放心，老奴只在门外，绝不打扰殿下好事。这分明是父皇的试探，若是被发现自己女儿身，储君之位将彻底不保。等下，许巍他不就是个现成的男人吗？事到如今，只能如此了。此时偏僻杂院，许巍独自坐在房中，摩挲着左手上的古朴戒指。一道信息传入许巍脑海：古戒正处于冷却中，冷却结束便可随时返回。没想到这枚求婚失败的戒指竟然能让我穿越，还能回去，不错。而且这戒指里竟然还有储物空间，我岂不是能把现代的军火带过来，再把这边的金银财宝带回去？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，那些背叛我、欺辱我的人终将会付出代价。赤灵姑娘这才分开多久就想我了？你个不正经的小太监，小心我真阉了你！殿下说，以后这个小院子归你了，方便你继续为陛下炼制神药。这院子挺大的，要不赤灵姑娘搬过来一起住啊？少废话，殿下要见你，跟我走。东宫内殿，许巍跟着赤灵来到龙青青的房间。赤灵，你先出去。殿下，你找我有事？禁足不是已经解了吗？怎么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父皇给福公公下了命令，从今天开始记录本宫与太子妃的同房日期。同房，2个女人够劲爆啊！等等，他看我的眼神不会是想……许巍，我的身份若是暴露，就是欺君之罪。我不一定会死，但你肯定会死。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没有选择。今晚你替我去跟太子妃同房。我跟太子妃同房，万一她长得……这不是在询问你的意见，这是命令。太子妃那边，本宫自会安排，无需你操心。太子妃寝宫，
傍晚时分，许巍硬着头皮推开了太子妃的房门，床前帘子被缓缓拉开，一张温婉娇俏的绝美脸庞映入眼帘。我去，这太子妃也太美了，跟龙青青那种冷艳霸道完全是两种感觉。你就是许巍吧？这些天来，我老是睡不好，身体也不舒服，就有劳许医师给我按摩调理一下了。可惜了，如此俊朗不羁的男子，竟是个太监。也好，待会调理好身体，才能更好应付殿下。太子妃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并不忌医，医师无需顾虑。太子妃经常按摩，不仅能放松心情、通经活络，更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当然，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子，应该多笑笑。整日愁容满面，只会损耗精气神，加速衰老。房间里一个香炉升腾着淡红色的烟雾，随着许巍的动作，楚家里脸色逐渐潮红，纱帐落下，两人滚在一起。你不是太监？你这女人怎么翻脸不认人？昨晚明明是你先动手的。你毁了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怎么回事？龙青青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？此时房门被推开，龙青青走了进来。殿下，殿下，是你在箱里做了手脚？是我让人换了迷情香。为什么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不起，家里我行不了事。昨晚福公公就在门外，我必须给他一个交代，否则不仅你我性命不保，还会连累你的族人。你放心，只要我登上大位，你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都依殿下所言，这里的事只有我们三人知晓，你若敢泄露半个字……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。殿下，不好了，二皇子带着相国大人过来了。东宫庭院，龙青青带着许巍和楚家离刚走出房间，就迎面撞上了二皇子龙周强一行人。哟，皇兄禁足在东宫，气色倒是不错嘛。皇嫂，这么久了，你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？不会是不会下蛋吧？李相国，您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殿下，微臣奉旨前来，蛮国使臣已到都城，陛下有旨，请殿下准备接见。蛮国使臣？蛮国一向与莫国不和，这次派使臣来，绝对没好事。殿下，蛮国使臣已到，此次所要贡品为1万件上品刀剑，限期1个月。人家说了，紧急至少也要达到我这把剑的水平。什么？1万件？以我莫国如今的锻造之术，1个月能造出10柄都算奇迹。他们这是在故意为难。皇兄别急，人家使臣还说了，若是完不成任务，可以献上太子妃。蛮国陛下可是垂涎皇嫂很久了，以此为礼，刀剑自然就免了。你敢再说一遍？龙周强，你放肆！太子殿下，这是陛下和朝中重臣一致的决定。太子妃入宫以来，肚子毫无动静，本就不配其位，如今能为国解难，化解危机，是他的福气。话音刚落，楚家里猛地夺过龙青青手中的刀，就要往自己脖子上抹去。等等，不就是1万件上品刀剑吗？我能搞定。楚家离的动作一顿，霎时间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小太监身上。哪来的死太监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他叫许巍，是治好父皇顽疾，被御封的持令医师。医师，呵呵，还不是个死太监。来人，将这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拖下去赏罪。就这上品，在我看来，连垃圾都算不上。我游历天下时偶得锻造秘法，锻造此等刀剑，易如反掌。胡言乱语，此事关乎国之存亡，岂容你一介阉人在此胡搅蛮缠？阉人，我看你们才更像。国家危难，不想着如何强国，却要牺牲一个无辜女子去苟活，你们也配叫男人？你这混账！相国大人，既然许巍有此自信，不妨让他一试，这也是我莫国唯一的破局之法。好，3日为限。你要是锻造不出上品宝剑呢？若我做不到，这颗人头奉上。好，到时候本皇子一定要将你这脑袋砍下来当球踢。隔日，许巍便找了几个铁匠做助手，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锻造。不久，小院中时时刻刻都充斥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。3日后，临近黄昏，小院中突然传出一声巨响。哈哈哈，听这声音是炸炉了吧？失败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太监，铸剑岂是耍嘴皮子功夫？来人，进去把他给我抓出来！此刻，许巍瞬间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手上提着一柄寒光闪烁的宝剑。谁说我失败了？短短3日，怎么可能？假的，这绝对是假的。许巍冷笑一声，直接朝着龙周强踢了过去。龙周强本能的举剑抵挡，一声脆响，龙周强的剑应声而断，而许巍的剑毫发无损。这剑简直是极品！就算你造出一把又如何？1个月的时间，你还能锻造出1万件不成？殿下，认清现实吧，1个月1万件，根本不可能。为了莫国安宁，牺牲太子妃一人，值得。1个月就1个月，1万柄，品级只高不低，如数奉上。呵，好大的口气！你锻造一把都要3日，1个月1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若我到时交不出来，任凭二皇子处置，而且你们也可照样交出太子妃，不影响你们对蛮国交差，不是吗？不够，你区区一介贱奴，你的命不够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殿下若是信我，便有10成。好，我跟你赌，若是到期交不出1万件，本宫不但不再阻拦和亲之事，更会亲自上禀父皇，自请废除太子之位。好，
哈哈哈，就这么定了。相国大人在此，正好做个见证。随后，龙州强一行人便得意洋洋地离去。你需要什么材料？多少人手？直接跟本宫说。嘿嘿，我这次可是帮了你大忙。若我真搞来1万刀剑，殿下是不是得给点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这人一点都不贪心，比如殿下有时间了，一起搓个澡就行。再不正经，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变成真太监？龙青青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许巍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谢谢啊，我说谢谢你。放心，从今往后我保护你，谁都别想再欺负你。谁要你保护？对了，你锻造刀剑需要些什么东西？殿下也说了，只要是锻造刀剑用的，我只管开口就行，对吧？此时，许巍的偏院，许巍借锻造之名，在东宫大肆搜罗顺眼的物件，尽数搬回房间后便反锁闭关。随后，他将满地杂物收入古剑，白光一闪，身影瞬间消失。等许巍再度回过神来，已经身处龙清市的老旧出租屋里。呼，终于回来了。紧接着，许巍将从东宫带来的东西倒在地上，胡乱塞进一个行李箱。这些好歹也算古董，希望能换点钱救急。千宝楼，许巍走进一家古色古香的木楼。老板，卖东西。我们千宝楼可不是什么都收的，去别的店里看看吧。这个你看看能收不？白影白霜，快给贵客上好茶。嘿嘿，贵客请坐。极品，简直是极品了！玉质之饱满，雕琢之精美，而且此物至少也有数千年的历史。万爷，您先给个价吧。3万，勉强还行吧。见许巍低头不语，万爷随后又给出价格。小友400万，此物我拿走，如何？我们千宝楼凭信誉吃饭，这绝对是良心价。400万，成交。万爷，我还有些东西，你帮我看看，价格公道的话，在你这儿我直接处理掉得了。这是极品帝王绿翡翠，天呀，如此完整的古剑，这上面还有刻字，这咱的光是上面镶嵌的宝石都价值连城啊！白影，关上店门。小友，这些东西你当真全要卖掉？只要万爷价格公道，我全卖。公道，绝对公道，4个亿，我全收了。小友，可否？好，成交。嘿嘿，小友果然爽快。白影白霜，立刻安排给小友转账，因为数额太大，可能需要小友多等2天才能全部到账。无妨。我相信万爷的口碑。好，少客，以茶代酒，敬小友一杯，庆祝我们。万爷的话戛然而止，他死死盯着许巍手中正在把玩的东西。小友，你手中这东西能不能给我看一眼？许巍一愣，低头看了一眼，随手将石头递了过去。这是他从东宫一个雕像上抠下来的，觉得好看就一直把玩着。哎呦喂，您可小心着点儿。万爷也懂石头。小友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粉钻是多年前拍卖的粉红之心，开价将近6个亿，而你手中这枚比它还要大上不少。不是万某不想收，实在是我拿不出那么多现钱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小友，这东西我着实喜欢，我名下有一栋写字楼，值个4、5亿，再加上一家传媒公司，估值5、6亿，我用这些跟您换，如何？行吧。只是我平时比较忙，没时间打理这些生意。巧了，我这2个外孙女学的正是金融管理，不如就让他们给小友当入手，您看如何？如此甚好，那就多谢万爷了。嘿嘿，待我谢你，手续办好后，我让白爷给你送去，还不知先生名讳。许巍，群星大厦。许巍拿着一沓合同，看着面前耸立的高楼，不由得愣住了。我靠，这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吗？许巍刚走进大门，就迎面撞上前女友夏雨柔，正挽着钱老板断后那肥硕的手臂。小宝贝，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收到了吗？讨厌了，哪有人家过生日送福的呀？嘿嘿，那不正是你最喜欢的吗？走，待会儿再给你买个包。哟哈，你这贱狗还回来干什么？想要工资？快点滚，别影响老子心情。原来你们早就搞到一起了？是又怎么样？穷狗，实话告诉你，从他进公司的第1个月，我们就睡在一起了。许巍，识趣的就赶紧滚！段哥随便给我买个包，都是你几年都挣不来的。看到没？8万！你这种卑微的贱民，是不是很难想象一个包能值8万块？来人，将这贱狗给我赶出去！哼，这整栋楼都是我的，我看谁敢！不会吧？他跟你分手后得精神病了？他本来就有病，跟个舔狗一样。这时，群星传媒的负责人孙良带着几个礼仪小姐急匆匆跑来。哟，孙总，您这是有贵宾来啊？有个极其重要的大人物，段总，这是。没事，一个想从我这儿坑钱的小瘪三。万爷特意交代过，今天有大人物要来，可不能出岔子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
当这群星大厦是菜市场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，给我赶出去！先生，请你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要不要先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此刻段后冲上前，一把将许巍合同打落在地。腰里吹个死耗子，冒充打猎的，拿着一沓擦屁股，只装什么装？赶出去！赶紧赶走，别惊扰了贵客。此时孙良无意间扫过地上的合同，当看到最上面群星大厦转让合同几个字时，猛地瞪大了眼睛。您难道就是许先生？孙总，你认错了，他是我女朋友的前男友，一个穷屌丝。是啊，孙总，他什么德行我最清楚，一周6天吃泡面，祖上8代是穷鬼。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立刻滚！惊扰了贵客，饶不了你。孙总让你滚，听不见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大折腿，都出去！话音刚落，一辆加长版黑色豪车稳稳停在门口。孙良脸色一变，急忙弯腰迎了上去。万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万爷，我是段浩，您叫我小段就行。我是为咱们群星传媒做服务的，也算是咱们的一份子。嘿嘿。万爷并没理他，而是径直走向许巍。哎呦，许先生，是我手下的人办事不力，没有安排好，实在抱歉，您多多海涵。段后和夏雨柔骇然瞪大眼睛，孙良更是面如死灰。万爷太客气了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小友。好，许先生，外公怕手下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惹您不快，就赶紧过来了。结果这些蠢货还是给您添麻烦了。不长眼的狗东西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段总，好大的威风啊！辱骂我万爷的贵客，还把我们群星的合同踩在脚下。万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他。不用说了，明天带着你的公司滚出群星大厦，我们群星传媒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业务合作。万爷，这是个误会，给我滚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段后在龙清市不是好惹的。随后段后愤愤地转身就走。亲爱的，等等我，你答应我的包还没买呢。滚，别烦老子。许巍，这楼真是你的？群星大厦、群星传媒现在都是许先生的。阿威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都是段后那个王八蛋逼我的，我们和好吧？滚吧，给自己留点尊严。许巍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夏小姐，请你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就叫保安了。好啊，原来是找了新的狐狸精。许巍，你混蛋，你给我等着。随后夏雨柔气急败坏地拎着包跑。小友，那段后在道上有点人脉，要不要我帮你处理一下？不用，谁敢给他撑腰，就一起消失好了。小友，那我让白影白霜留下帮你交接手续。董事长办公室，宽大的办公室里，白影正轻轻为许巍捏着肩膀。老板，喝茶。不错，很香。老板，我们姐妹以后就是你的人了，可不许欺负我们哦。你们可是万爷的外孙女，我哪敢欺负？老板，这几个文件您签一下，手续就算交接完了。啊，老板您说什么？啊，我说这合同不对，是这合同。白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白霜则满脸羞红。随后许巍一本正经地签完字。白霜帮我订购一批东西，高兴能猛钢的刀剑、弓弩、电棍，能批发的都来点，先把刀剑的事解决了，等时机成熟，直接运军火过去，给他们来个降维打击。许巍躲到角落，掏出手机，默默打开了某宝。嘿嘿，顺便给楚家里带点礼物，黑丝白丝一丝款 JK 小短裙，狐狸尾巴，嘿嘿嘿。群星大厦仓库，2天后，面对仓库里如期而至的武器箱，许巍满意的拂过补件，将其尽数收纳，随即给白影白霜发去一条暂离信息，便随白光消失无踪。王兄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，怎么样？1万柄宝剑准备好了吗？不用你提醒，到期交不出东西，我自会向父皇请罪，废除太子之位。哦，这么有信心？可我怎么听说你那个小医师早就跑得没影了？我相信他，二皇子别忘了，期限是明天。哈哈哈，黄嫂，你还真信一个江湖骗子，真是蠢得可怜。哎，可惜了你这绝色美人，马上就要送去蛮国了。王兄，好好珍惜这最后一晚吧。哈哈哈。说完，龙周强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去。皇宫大殿气氛异常凝重，几名身材魁梧的蛮国使臣神态傲然。此时为首一人向前一步：龙帝陛下，约定时间已到，我们莫国的诚意呢？大事莫急，我皇兄说了，今日必为蛮国献上上品刀剑1万柄。好，那就请太子殿下拿出1万上品刀剑，若是拿不出，亦或者以次充好，我蛮国8万大军3日之内便可兵临城下。太子，你有何话说？父皇，请再给臣一点时间，5时之前定有分晓。放肆！太子这是在敷衍我蛮国，莫不是莫国有不臣之心？太子殿下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置我莫国百姓的安危于不顾吗？王兄，你那个高人，怕是早就跑了吧？我看还是乖乖献出太子妃，换一国和平，何乐而不为？龙青青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身形微微颤抖。就在此时，殿外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：“辞令一司许巍觐见。”龙青青猛然睁眼，龙周强眉头紧锁。在福公公的传召下，许巍拖着一个精美的长条形木盒，大步走入大殿。一个医师，此时觐见，有何要事？陛下，微臣受太子所托，为蛮国铸造宝剑，今日到期，
特来献上。装模作样，你敢拿测品来充数？看我不活剐了你！呵呵，不吃死活的东西，人家蛮国使臣最是懂剑，一般的破铜烂铁可入不了眼。随后许巍缓缓打开剑匣，打开的瞬间，寒光四射，大殿之上瞬间鸦雀无声。这简直是绝世宝剑啊！简直鬼斧神工，此剑堪称国宝。哼，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装饰品，好看有什么用？不过是绣花枕头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对，我蛮国需要的是杀伐利器，不是娘们的装饰品。敢问大师，您腰间的佩剑是何等级？此乃我蛮国欧阳大师亲手所铸，极品之剑，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。哦，是吗？话音未落，许巍猛然抽剑朝着蛮国使臣斩去，使臣慌忙横剑格挡。叮一声脆响，使臣手中的剑被许巍的剑斩成2截。这一刻，大殿之上，所有人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断剑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哟，大使这剑一般啊！哈哈哈，大使，我莫国献上的宝剑可还满意？哼，不可否认，莫国确有其人，但我们要的是1万柄，不是一剑。对，许巍，人家要的是整整1万柄，你这一把再好又有什么用？怎么，我拿不出1万柄？二皇子很高兴似的。我为解莫国之危拼死拼活，不知二皇子到底是站哪边的？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，儿臣退下。龙帝陛下，若是交不出1万柄，那就请交出素有莫国第一美人之称的太子妃。我想我们陛下会很满意的。且慢，这种品级的刀剑1万把，一件不少，都已经在殿外。许巍，你莫不是得了癔症？如此神兵，千年能出1柄，已是莫大器乐。1万把，哈哈，除非你去了趟仙界。呵呵，小医师，难道你真去过仙界吗？装，继续装，看你怎么收场。龙帝陛下，此刻答应以太子妃为贡礼，我蛮国还是会保护莫国。可若是这厮拿不出刀剑，呵呵，届时我蛮国大军必将横扫莫国，还望陛下三思。陛下三思啊！许巍此人口无遮拦，不可亵啊！臣等请求献出太子妃。此事关乎我莫国安危，朕觉得陛下以太子妃为贡礼，丢的是整个莫国的脸。1万把刀剑就在殿外，陛下可绝对放心。父皇，许巍曾随高人云游天下，手段非常，请父皇相信儿臣，也相信许巍一次。倘若刀剑品质不达标，蛮国大军压境，太子殿下能解决吗？都给朕住口！大使，既然太子如此相信，那么请吧。哼，将一国安危寄托在黄毛小儿身上，实乃不智。若无刀剑，莫国危矣。大殿外，群臣和蛮国使臣走出大殿，看着眼前堆放如山、放成2面墙壁的精致剑匣，全都懵了。几位大使，请吧。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之多的极品刀剑？假的，肯定有空盒子。天啊，他莫不是真的去了趟仙界？你怎么办到的？嘿嘿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哈哈哈，大使，我莫国今年的贡礼可还满意？哼，不满意。龙帝陛下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国陛下对楚家离姑娘心仪已久，此次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将她带回去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些神兵我们要，人我们也要，这样我们可保2国10年边境安稳。你们先前的条件可不是这样的。是，但现在条件变了，也别说我们不讲理。明日开始，我蛮国第一勇士拓跋与大学士江若初将在此挑战莫国群雄。若是莫国无人能胜，神兵我们要，太子妃我们同样要。蛮国使臣说完，随后带着人愤怒地转身离去。此刻，皇宫大殿，莫国群臣脸色大变，乱作一团。拓跋了，天了，那可是力能刚鼎的怪物啊！还有那个江若初，号称天下才共一时，他独占8斗，谁敢应战？完了完了，这根本就是羞辱！众爱卿，谁能应战？难道我若大莫国连一个敢应战的人都没有吗？李桂香，你说话。陛下，臣以为还是向蛮国使臣道歉，送上太子妃和神兵为好。若真应战，只怕更是有损国威呀。是啊，父皇，挑战之事万万不可，儿臣愿带我莫国去向使臣道歉。呵呵，一群怕死的软骨头，人家都骑在脸上了，你们还想着去道歉？放肆！你这无知的小太监，胡说什么？大殿之上还轮不到你一个阉人放肆！来人，拖下去！叫我一试，这次送神兵，送太子妃，下次呢？送莫国百姓，还是送莫国城池？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？哎，若我莫国人人如此，何愁霸业不成？呵呵，耍嘴皮子，谁不会？有本事你去应战啊！无知者无畏。你若知道那2人是谁，就不会如此狂妄了。陛下，微臣请求出战。父皇，既然他想应战，那就得签下军令状，若败当以死谢罪。臣等附议。好啊，你们谁不敢上谁就是孬种，要不向国大人去，阿弟你去，你们也签军令状，败了就死，行吗？够了，吕薇，此事非同儿戏，你可有把握？微臣有把握。好，那明日你便代表我莫国应战，同时传令天下，广邀贤才勇士，有能赢下此战者，朕加官封爵，赏赐千金。许巍刚回到东宫，一名丫鬟便匆匆跑来，
许医师，太子妃说她身体不适，请您过去调理一下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太子妃请功。许巍跟着丫鬟来到房间，只见周围下人早已被平退。许巍看见楚家离哭红着眼睛站在窗前。许巍见过太子妃。莲儿，你也退下吧。医病时我喜欢安静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小家离怎么又哭了？不是告诉过你笑起来才好看吗？你不要去应战，你会死的。我不去，你怎么办？我若真被送去蛮国，定会自尽，绝不给你和莫国丢脸。说的什么胡话？我说过，从今往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哪怕是蛮国的王也休想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区蛮国那什么拓跋鄂和江若初，我弹指可败。真的，你当真有办法？比真京都真。好啊，许巍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可是太子妃，再敢无礼，我阉了你！哼！爷都敢威胁你夫君了，该打。此刻，楚家离的脸颊像火烧一般通红起来。对了，这次出去给你带了点礼物。这是水乳，还有精华液。哇，这都是琉璃瓶装的。天啦，这个是口红。咦，这衣服布料好少呀，能穿吗？这个是干什么的？狐狸尾巴，这个小耳朵好可爱。来，夫君给你讲讲他们的正确用法。东宫，天色已晚。此刻许巍从太子妃房间出来，刚走不远，就看到了等候多时的赤灵。哟，赤灵姑娘，这是在等我？少油嘴滑舌，殿下要见你。许巍院落，许巍来到自己的院子，龙青青早已在此等候。赤灵会意的离开。殿下找我啥事？明日的比赛，你真有把握？有。你究竟是谁？接近本宫到底有何目的？别想着逃。赤灵和数十名杀手就在院外，你年纪轻轻，精通医术，身负神秘铸剑之法，更能拿出万把神兵。你这样的人，为何偏偏选择我？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本是天涯浪子，直到看见你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所有的流浪都是为了遇见你。你问我有什么企图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的企图就是你。第一次见到你，我便暗下决定要帮你荡平一切坎坷，助你登上皇位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完成你的梦想。哼，你以为本宫是那些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，会信你这些鬼话？此话有谋逆之嫌，以后慎言。打个赌如何？若我真助殿下登上那个位置，当如何？哼，若真有那一日，本宫把自己献给你，如何？可满意？嘿嘿，一言为定，我的太子殿下。呸！谁是你的？先想想明天的事情怎么解决吧。深夜，相国府灯火通明。相国，那个该死的许巍一出现，父皇对我就越来越不满了。要是明天再对他出了风头，恐怕要不我直接让人去江纳斯。不可，那许巍现在是陛下看好的红人，对他下手必会惹得龙颜大怒。不过二殿下也不需要担心，明日许巍必败无疑。放眼天下，谁敢说能胜过拓跋鄂和江若初？就凭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子，只要等明日许巍落败，我们便可借机对太子发难。到时候太子因一意孤行，丢尽莫国颜面而被废，陛下还不是要靠你我二人去平息蛮国的怒火吗？哈哈哈，还是相国深谋远虑。翌日，皇宫赛场人山人海，擂台之上，蛮国勇士拓跋鄂身材魁梧如山，他缓缓拉开一把实弹硬弓，嗖，箭矢破空而出，100米外，身穿莫国盔甲的牧人被一箭射穿心脏。实弹硬弓，天啊，这谁能比得过？已非人力所及。哈哈哈！我蛮国拓跋勇士只是随便展示一下实力，他今日不会出全力的。你们莫国人都跟鸡仔似的，一起上吧，免得浪费时间。随后，面对莫国的战士，拓跋鄂赤手空拳冲入人群，硕大的拳，2名莫国将士当场被打得胸膛凹陷，口吐黑血惨死。他甚至拎起一具尸体当作武器，猛地砸向其他人。胜负已分，停手。哟，抱歉了，太子殿下，您认输的有点晚了，我没反应过来。嘿嘿，此时龙青青双拳紧握，气得浑身颤抖。还有谁？快多上来一些！我杀的不过瘾，怎么没人了？莫非莫国都是不带伴的娘们儿吗？哈哈哈！诸位爱卿，谁可应战？哟，昨日不是有人还很狂，说要应战的吗？现在怎么怂了？陛下，微臣许巍请求出战。哈哈哈！就他挑战拓跋勇士，他那小身板，拓跋一根手指都能碾死。许巍，你退下吧，这无比，你还是算了。他上去干嘛？还嫌我们莫国不够丢人吗？没点自知之明，一个国家想要不受欺凌，那首先这个国家的男人要有不计生死的血性。武者当顶天立地，埋骨疆场；文者当比肩如铁，助一国脊梁。许巍虽不才，可也休与尔等贪生怕死之辈为伍。今天我不管你是什么蛮国勇士，还是天降神人，今日在这赛场上，是龙你给我盘着，是虎你给我卧着。说得好，一个国家若想不被欺凌，首先这个国家的男人得有不计生死的血性。切，嘴鼻子厉害有什么用？上去还不是被一拳砸死？龙周强感到周围投来不善的目光，悻悻地闭上了嘴。莫国什么意思？派个白面书生上来，是侮辱我吗？你不是要挑战莫国所有人吗？怎么还挑对手？别怕，我也不会出全力的。哼，
我拓跋鄂手下不斩无名之辈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何门何派？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！莫国持令一事，许巍师承先土华夏。话音刚落，赤灵迅速递上一张造型奇特的弓，2名小太监在擂台又摆上了一尊身穿蛮国重甲的牧人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弓，但造型好古怪。难道还要跟拓跋鄂比肩？呵，这样就算输了也不会死，真是偷奸耍滑。拓跋鄂能开时代硬弓，他拿个玩具比什么？呵呵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科技的力量。许巍深吸一口气，搭箭拉弓，嗖，利箭破空而出，100米之外，那披着蛮国重甲的牧人微微一晃，上面却不见箭矢。哈哈哈，医师果然好剑法，这是射到天上去了吗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滚下来！我看你就是故意上场来丢我莫国的脸。诸位大使，不妨派人凑进去看看，看看那木头人的心脏位置有什么。还能有什么？你不会想说你一箭射穿了我们蛮国的重甲吧？一名蛮国随从跑了过去，下一秒，那名随从像见了鬼一样，呆立在牧人跟前，瞪大双眼，满是难以置信。我蛮国重甲，天下无双，别说射穿，给你10天，你连个印子都留不下。你们看到了什么？箭孔，胡说八道，滚开！拓跋鄂推开随从，冲到牧人前。当看清那贯穿心口的箭孔时，他双目圆瞪，如见活鬼。如此拙劣的演技，当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吗？若我没猜错，这箭孔是早就做好的吧？刚才搬牧人上来的，也是你提前安排的人。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有人比拓跋鄂还强？作弊做得这么离谱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呵，还真是太子殿下为咱们莫国挖掘到的人才呢！你敢耍我，找死！不信的话，可以再比一场。好，若你再出意见，不能贯穿蛮国重甲，我活撕了你！在众人注视下，赛场上重新换上2个牧人，一个披着莫国盔甲，另一个披着蛮国重甲。拓跋鄂再度拉开硬弓，箭矢稳稳定在莫国盔甲牧人的心口。好，我们拓跋勇士果然神勇。该你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次在我眼皮底下你咋作弊。哼，作弊我能站在这就已经是最大的作弊了。许巍搭箭拉弓，一气呵成，一声细微的撞击声后，一支特制长箭直接钉穿了蛮国重甲，箭尖从背后露出半截。不可能，甲有问题。对，肯定是那重甲有问题。拓跋鄂一咬牙，拼尽全力再度拉弓，朝着那披着蛮国重甲的牧人射去。箭头在重甲仅仅留下一点痕迹。许巍拉弓，又是一箭射出，轻松贯穿重甲。拓跋鄂第4次射出的箭直接被重甲弹开，许巍又是轻松一箭，再次贯穿重甲。不可能，邪术，肯定是邪术哟！拓跋勇士怎么出这么多汗？身体有点虚啊？不会吧？才开了4箭就不行了？拓跋鄂脸色铁青，不甘和憋屈让他再度举起弓，手臂渗出鲜血。当他勉强射出第5箭时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力竭昏死过去。拓跋勇士，快救人！此刻，一群蛮国人手忙脚乱地将拓跋鄂抬了下去。呵呵，蛮国勇士不过如此。无耻小儿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邪术，但在我的刀下，你必死无疑。赛场，一个蛮国将领提刀冲上擂台，身后数名蛮国壮汉也纷纷跟了上来，手中都握着许巍打造的神兵。兄弟们，为拓跋勇士报仇！剁碎他！不公平，他们用的是我们莫国的神兵。对，这怎么打？快给许医师也来一把！父皇，许医师刚比完1场，体力不支，理应择日再战。他们这是车轮战，想耗死许巍。怎么，许医师这就怕了？我们可没时间等，今天必须比完，要么打，要么就请龙帝陛下履行约定。至于神兵，已是我蛮国之物，你们莫国若是还有，也可以用啊！哈哈哈！哼，真的憋屈，现在才知许医师站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。你们一个个上太麻烦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对了，还有没有想上的？都一起吧，我赶时间。猴王，小子，你这是在侮辱我蛮国武人吧？找死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，把他捏成碎片。哎，别误会，我不是看不起你们某一个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随后，几名蛮国壮汉怒吼，正要冲上前来。等等，有屁快放，放完受死！有点渴了，来人，给我搬10大坛酒来。呵，真刀真枪就怂了，开始拖延时间了。二弟这么不希望许巍赢，莫非真是站在蛮国那边？很快，10大坛酒被搬上擂台，许巍抱起酒坛，名为豪饮，实则将酒水倾倒在地。10坛酒尽，擂台已湿了一大片，酒水浸透了蛮国众人的鞋履，唯独他脚上的特制胶皮快靴滴水不沾。随后，许巍从袖中抽出一根黑色的长棍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黑不溜秋的，像根烧火棍。此乃法器，我师承先土华夏，尔等此刻叩首认错，还有活命的机会。装神弄鬼，看我一剑挑了你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九霄云雷。哇！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许巍将电棍开到最大，一把杵在了擂台之上，电光炸起来，顺着酒水瞬间漫起。蛮国壮汉根本来不及，浑身剧烈抽搐，口吐白沫，接二连三的倒在地上。仙书，他会引雷的仙书！天啊，是仙人，这世间真有仙法，怪不得拓跋鄂会败在他手里。现在谁还敢说他作弊？他先前说师承何处来着？好像叫先土华夏。对，
显图华夏，闻所未闻啊！菲斯，这么个人物，怎么就被龙青青那废物拉拢了？还有谁？第1轮5比莫国胜。接下来的文笔才是最重要的。纵然你会仙法，本使不新，那仙土华夏还会教你写文章。呵呵，是吗？那还请大使让你们那位江若初准备充分点，不然下午说的太难看，可就不太好了。走着瞧。随后，蛮国使臣愤然带人离场。许巍，哈哈哈，不错，非常不错。太子这次可是为我莫国挖到了一个绝顶人才啊！可惜呀，你是个太监，不然朕非得招你做驸马不可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父皇，儿臣认为还是等下午的文笔结果出来，再赏赐许医师也不迟。许医师已为莫国争回颜面，即便不参加文笔也当赏。对了，你现在还住在东宫，没有自己的宅院，朕直接赏你一座。都城之中，你看上哪座，朕就赏哪座。陛下，微臣有持令医师的身份，已然知足，为陛下分忧，为莫国谋福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岂敢再谈赏赐？好一个忠臣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那这样，朕直接升任你为持令御医，另赏赐珍奇宝物5车。谢陛下隆恩，只要不让我离开东宫就行。下午的文笔有把握吗？若是你不擅长，朕可以叫李相国先替你上场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老臣觉得许医师年轻有为，才学高深，若要对战江若初，那非许医师不可。相国大人似乎很怕那个江若初，天下数百年才出一个江若初，奇才学远超当时大儒。恕我直言，整个莫国无人能应战。呵呵，未战先怯可不是好兆头啊！相国大人，陛下尽可放心，只要那江若初赶来，我必叫他大败而归。许医师还是太年轻，不知道那江若初的厉害啊！有自信是好事，可自信过头就是无知了。天下文人在江若初面前，谁敢称能胜，简直不自量力。哦，是吗？那既然如此，你们去。众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纷纷避开许巍的目光。下午，赛场周围人声鼎沸，一顶大轿在花瓣雨中落下，轿旁的清秀书童一脸傲然。众人等了半晌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相国，你看，人家江若初压根就瞧不上他，连轿子都拦得下。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，怎配与江先生相提并论？许巍缓缓走向赛场，此时却被2名门童书生伸手拦住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想比了？医师别误会，只是不是什么人都配做我家主人的对手。敢问先生师承何处？可有经典著作流传于世？师承先土华夏，至于著作没有。既如此，应师请回吧，你资格不够。滚一边去！一个狗奴才也敢拦我的路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？主人救我！来人啊，快把这粗鄙之辈拿下！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啊！哼，虽然粗鲁，但真解气。阁下的意思是看不起我江若初的算学能力吗？谈不上看不起，就是单纯的看不上。哼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我有一题，你若能解，便有资格与我一比，敢应战否？这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怎么感觉像个女的在故意压着嗓子说话？只管出题。今有鸡兔共一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6足。问鸡兔各几何？是鸡兔同笼题。当年江若初凭此题一战成名。哈哈哈，这回这小子要傻眼了吧？快算，给本宫快点算出来。殿下，当年江若初解此题也花了1炷香，现在让许医师1炷香内解出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这分明是故意为难许医师。哈哈哈，那穆国医师已经傻了。我早就说了，他连加减法都吃力，莫国无人。许巍扫了一眼那刚点燃的香，开口道：“兔子13只，鸡22只。江先生，不知我说的可对？这厮乱猜的吧？快算算对不对？对，既然是对的，怎么可能？香才刚点燃，他瞬间了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作弊，他肯定作弊了。龙帝陛下，你们莫国竟然如此作弊，是觉得我蛮国好欺负吗？呵呵，有意思。题是你们现场出的，我怎么作弊？他江若初解不了，就不许别人解了。他不行，只能证明他不行。须知日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好一个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！现在你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乖乖，这要是个女的，绝对倾国倾城啊！等等，不对。许巍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江若初的身形和脖颈，眉喉结，肩窄臀宽。靠，蛮国第一才子江若初竟然是个女人。许医师这么看着我，是我哪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只是觉得江先生若是个女子的话，定然倾国倾城。哎，你我各出一题，如何？江先生请。就出最简单的加减法，但我题目说完，你得立刻给我答案。听好了，48加94加2387加5减511减4加447。等等，呵呵，医师大人这是要认输吗？许巍默默将手伸入宽大的衣袖中，从骨戒里取出一部备用手机，打开了计算器。我记录一下你说的数字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只要我说完，你能立刻给我答案，就算你胜。糊涂啊！记录数字只会浪费时间，这比的是心算啊！输定了，这不可能赢的。他要是能赢，我当场自宫。请吧，
江先生，听好了，24加1579加5减254加448减4414加524减1415等于多少？2427。呵呵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数字自己都忘了，所以随便说个答案糊弄过去？投机取巧，还好我们早有安排，让人记录了题目，等算出来，看你怎么收场。这种场合耍小聪明，真是找死！不信可以现场验证。算，分开算，一定要算仔细。随后，全场只剩下算盘的声响，一炷香后，最后一个负责整合的算学高手停下手指，眼神中满是骇然。说呀，到底是多少？你哑巴了？2427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们算出来的也一样。天呀，数十名高手算了一炷香的题，他瞬间，这还是人吗？哈哈哈！好，江先生和大使们若是不放心，可以再多算几遍吗？不用了，他是对的，还请医师出题。对，让你出题，你能答对，难道江先生还能答不对你的题吗？顶多算个平手。没错，接下来顶多平手。我自认在算学之道，天下没有几人能胜过我，还请许医师出题。听好了，有一圆，圆上任意一点到圆心的距离为30，问此圆的面积为多少？放屁，这题根本算不了，你这是故意耍诈。哈哈，真是丢人现眼，为了赢竟然出这种错题。殊不丢人，但不择手段，实非君子所为。哦，忘了，他是个太监。你们算不出来就是错题，江若初出的题，你们又有几人能解？一群只会搬弄口舌的草包。皇兄这话我们可不敢苟同，他要是能算，那就让他自己算出来啊。若我算出来，当如何？我不信你能算出来。这题真能算，这题真能算。当然能算。此题不算，出题有误，此轮判你输。为什么不算？就因为你们解不出来。龙帝陛下，我们蛮国10万大军可已经在莫国边境线上了，他们也听说莫国风景正好，想来看看呢。此题许巍出题有误，说双方平手。哈哈哈！还有接下来的比赛，我们要加注。加什么赌注？就以我们两国边境各自5成为赌注，莫国若输了，割让5成；我们输了，也给你们5成。当然，倘若莫国不敢接收，那便视为自动认输。我们明日就带着贵国太子妃回蛮国复命。大使这个提议很好，没点赌注，我确实提不起兴趣。陛下，江山社稷，万万不可作为赌注啊！陛下三思啊！父皇，认输并无不妥，5座城池与1个楚家里，孰轻孰重，根本无需考虑啊！陛下，相信我，我有100%的把握胜出。闭嘴！这里有你这狗东西说话的份吗？该闭嘴的是你这老王八，人家都气到莫国头上拉屎了，你却要整个莫国和你一样当缩头乌龟，上不能为君分忧，下不能安黎民百姓，面对蛮国犹如一条断脊之犬，只会摇尾乞怜，还敢在本医师面前狂吠，连这道理都不懂，滚一边去！你皇宫在场，李桂香一口老血喷出，当场昏死过去。相国大人，快传御医！终于闭嘴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许巍说的在理，此事关系莫国国威，若是认输，必将民心涣散，请父皇三思啊！好，真应了，就以5成为赌约。龙帝陛下果然爽快，只是接下来莫国若输，还望陛下还有此刻的爽快劲。先前的结果我可以认，但是我也要加注，不知江先生可感应？你想要赌什么？赌你。若是我赢，以后你留在我身边为奴为婢，任凭我驱使差遣，可敢？放肆，混账之言！呵呵，赌不起的话，江先生可以认输吗？若是你输呢？一样，往后我任凭你差遣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赌我这个脑袋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比赛继续。众所周知，江先生融百家于一炉，算学乃是他最不擅长的一道。他被称之为诗词双绝，有无数经典名篇流传天下。你若能拿出可胜过江先生所有名篇的诗词文章，就算此局你赢。诸位大使，江先生成名甚早，名篇无数，都是打磨许久而成，让许巍现场作诗超越，这不公平。不妥。呵呵，殿下觉得不妥可以不比啊。这许巍不是说自己去过什么仙土华夏吗？正好，我们也想欣赏欣赏，能写出何等惊世之作出来。这很公平。若是许医师有曾经所作之文章，亦可拿出来比试吗？许巍这次怕是输定了，江先生才高8斗，岂是他能比的？是啊，我最喜欢江先生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一群花瓣在洗澡，简直绝了啊！比来就来。很快，在龙轻轻的授意下，赤灵赶忙搬来2坛酒。哼，装模作样。陛下，微臣斗胆请2皇子为我磨墨。许巍，你这混账东西，还不快去磨墨！若是耽误了许医师作诗，朕拿你治罪。随后，龙周强走到许巍旁开始磨墨。许巍大口灌了一通酒水，一手提着酒坛，一手提笔挥毫。天上白玉京，12楼5长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天上白玉京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好诗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？但是这2句便足以碾压当世。莫非他真的去过仙界？雾竹世间恶，
颇穷理乱秦，96圣君，浮云挂空民。一手写完，许巍一甩手中的笔，墨汁飞溅了龙舟强一脸。龙舟强只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诗句，许巍又是一通酒水，大口灌下，再次提笔。什么？他难道还能写出第二首神作？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。越人与天母，云霞明灭或可睹。天母连天象天横，是把五岳掩赤长。我欲因之梦五岳，一夜飞渡镜湖月。此刻江若初看着许巍写出一首绝美的诗词，一脸震惊地看着许巍。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机，千言万转路不定。迷花已是忽已明，熊袍龙吟阴岩泉，立身临溪惊层巅。云青青溪玉宇，水淡淡溪生烟。列缺霹雳，秋峦崩摧，洞天是非，轰然中开。仙途，他莫非真的去过那仙途？清明号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。迷为依稀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快，都把许医师的诗词抄下来，快抄下来！怎么可能？这等诗句根本就不该出现在人间。此作一出，足以碾压天下所有文道大能。大使如何？我这2篇可胜得过江先生否？这2篇远在我之上，恐怕古往今来再无人能胜过。我输了。虽然你这2篇的确水平极高，但偶有1-2篇名篇不算本事。须知江先生可是篇篇精品。对，江先生可是有着至少10余篇流传天下的佳作啊！你许巍只不过是勉强做出2篇而已，如何能与江先生相提并论？文章岂能以数量论胜负？你们这是强词夺理。怎么就不能？他这才2篇，江先生可是有10数篇传世之作。无妨，要数量是个吧。许巍再度提笔，奋笔疾书。此刻江若初来到许巍旁，水调歌头，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老天爷，他又写出了一首千古名篇，他的灵感就不会枯竭吗？此词一出，天下谁还敢自称赋词第一人？水调之后，再无词啊！许巍醉意朦胧，忽然一巴掌开在了江若初臀部。不等他反应，许巍又搂住他的肩膀，手掌似有意似无意地贴到他胸前。江若初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。先生的胸大肌为何如此浮夸？江若初差点当场气昏过去，可没等他发作，许巍已松开手，仰头又灌下一通酒，走到擂台边，遥指苍穹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忍不住了，我想起我的亡妻了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我不如也。这样的作品，我还有几百篇。江先生觉得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？几百篇，他还是人吗？我们好像见证了数千年来文道最辉煌的一天。不用了，我认输。入口，诗词歌赋终究局限于作者自己。若说教化万民，那还得是传世经文。江先生著有《大国经传诗》，教化百姓，功德无量，可称半圣。你许巍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比肩？没错，一篇经文往往需耗尽数十年心血，非大才大德之辈不可写。他怎么可能当场写出经文？江先生凭此一抄，足以碾压许巍，此局再比下去已经毫无意义。经文吗？呵呵，简单。你们要多少篇？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还多少篇？你要是能写出1篇，我们立刻滚回蛮国。许巍，别装了，现写经文，你当自己是神仙吗？随后，许巍直接提笔，只见宣纸上落下3个大字：3字经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天啊，此文通俗易懂，却蕴含天地之理，可开万民之智啊！快，传朕旨意，将此3字经抄录10万份，分发莫国所有学堂。此经可让我莫国国运昌盛数十年。禁军何在？立刻保护擂台！任何人胆敢惊扰许医师，杀无赦！完了，我们就不该逼他写经文。此文一出，莫国将大兴了。快传信回国，思子无论如何也要将他弄到我们蛮国。皇宫赛场，几名使臣慌忙想在衣袖上偷抄录。诸位大使，对不住了，此经文3年之内不得外传，都给我拿下！我输了，输的一败涂地。哼，走，今日之耻，我蛮国他日必将100倍奉还。哈哈哈，好一个许巍，有你是我莫国之幸。朕决定册封许巍为太子太傅，辅佐太子，教导太子。陛下万万不可，让一个太监做太子太傅，不合理之啊！原来是个小太监，也好，为奴就为奴，等我学完你的本事，再回蛮国。石大人此言差矣，陛下破格提拔，正显陛下英明神武，任人为贤，天下士子都会看到陛下的决心，您说呢，石大人？娘娘说的是。好，爱妃说的有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，封许巍为太子太傅，辅佐太子。太子，你举荐有功，但这次朕不赏你。皇族血脉乃是头等大事，别再让朕失望了。儿臣遵旨，看来得赶紧给许巍和太子妃多制造点机会了，不然我这太子之位不稳啊。许巍谢陛下隆恩。太傅大人留步。何事？玉妃娘娘让奴才带话，说多谢太傅大人，日后但凡有用得着的地方，
娘娘定会全力相助。贵妃娘娘有心了。许巍的院子，许巍刚回到院子，看见江若初正坐在石桌旁，痴迷的研究着他写的诗词。奴才见过太傅大人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赌输了就得认。去给爷烧水，待会儿再给爷搓个澡。累死我了！江若初愤愤地捏紧拳头，转身走向厨房。许巍的房间，江若初端着热水进来，脸上沾满了黑灰。哟，你这是钻澡坑里去了？江若初咬着嘴唇不说话。愣着干什么？帮我宽呀！大家都是男人，你怎么扭扭捏捏，跟个娘们似的？胡说，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男人。那就好，快点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我的奴仆。江若初手忙脚乱地去解许巍的衣带，许巍穿着裤衩钻进了浴桶。随后，江若初准备离开。喂，去哪儿？过来给我搓澡。我给你搓澡，我不搓。行啊，那我明天就写篇文章，告诉天下人，蛮国第一才子江若初输不起。许巍房间，江若初咬牙切齿，拿起毛巾走到他身后。别搞得你很吃亏一样，待会儿我给你搓，不就扯平了？不用了，我是奴仆，我给你搓是应该的。许巍猛地抓住江若初拿着毛巾的手。嘿嘿，看你这一身灰，来，我不嫌弃，这桶大，一起洗。你放开我！随后，江若初狼狈的挣脱，夺门而出。许巍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许巍刚洗完澡，走出屋子，便见楚家离的丫鬟莲儿已在等候。许太傅，太子妃请您过去调理一下身体。好，稍后过去。太子妃的房间，莲儿将许巍引至门外。许巍推门而入，许巍愣在原地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许巍来到床边，轻抚楚家离的长发，拥她入怀。喜欢，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所以一时间愣住了。嘻嘻，还以为你不喜欢呢。他们都说我最近气色好了很多，皮肤也比之前水嫩光滑了呢。他们都是谁啊？就是莲儿和……哎呀，你又不认识。许巍俯身在楚家离耳边悄声低语：“你个坏人，大坏人，羞死了！”相国府，李桂香神色难看地坐在书桌旁，石海在一旁来回踱步。那许巍真是无法无天，仗着陛下一时得宠，竟敢当众顶撞老师你，气煞我也。哼，一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二皇子传来消息，蛮国使臣已经连夜离开了。你说蛮国的脾气，他们会甘心吃下这个亏吗？老师，您的意思是蛮国会出兵？边境上可是压着10万大军，到时候大军压境，本相国倒要看看他一个新任太傅和太子如何解决。到那时，陛下自然会知道我一直以来的良苦用心。若是蛮国不出兵呢？放心，他们不会甘心输掉5座城池，何况蛮国那边可也有咱们的人。这次他许巍死定了。许巍的房间，夜深，许巍回到院子，见江若初已蜷缩在床上装睡。许巍挤上床，把腿搭在江若初身上，稍微往那边点。我不习惯和别人睡一张床，你打地铺。都是男人，将就将就。再说了，我是爷，你是奴仆，要打地铺也是你打。哦，对了，柴房好像死过人，晚上有鬼，你注意点。我打就我打。江若初抱着被子在地上打地铺。夜深，江若初很快就冻得瑟瑟发抖。江若初实在受不了，悄悄爬回了床上。清晨，许巍醒来，见江若初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，一脸怨气地坐在书桌前。许巍的房间，流氓无耻，睡着了都这么不老实，活该你被淹。哟，小江江，起这么早啊？睡得真舒服。我压根就没睡。去，给爷打洗脸水，伺候爷洗漱更衣。随后，江若初笨手笨脚地伺候着许巍。你当真去过那仙土华夏？那里真的是仙界吗？想知道，等什么时候你学会伺候人了，我心情好了再告诉你。此时，荣青青神色凝重地出现在门口。许巍，出事了！父皇紧急召见，快跟我走！皇宫大殿之上，文武百官尽皆低头不语。许巍和荣青青刚一踏入，李桂香便厉声发难：“太傅真是厉害啊！为了一时好胜，将我没国置于战火之中，你可知罪？此等乱臣贼子，就该拖下去凌迟处死。”父皇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发生了什么？还不是你们干的好事！蛮国陛下震怒，扬言要发兵灭了我没国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这怎么能怪太傅？是蛮国不讲理。讲理？太子殿下还是太年轻了。什么是道理？蛮国数十万大军就是道理，我们有跟人家讲道理的资格吗？还是相国大人深谋远虑，我等佩服。只有蛮国高兴了，我们才能和平。陛下，臣提议献上太子妃楚家离和5座城池，再交出许巍，任由蛮国发落，方能平息蛮国怒火。皇宫大殿之上，区蛮国就把各位吓成了一群老废物。陛下，臣觉得不但不能给，还要让他们把赢下的5座城池乖乖送来。他们敢不答应，就直接灭了那10万大军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说什么？灭蛮国10万大军？太傅大人，无知不是你的错，可无知还拿出来显摆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何况咱们的太傅大人还给蛮国进贡了1万神兵利器，现在的蛮国大军天下无敌。贼子许巍，你害我没国将士啊！老夫今日若不杀你，如何对得起前线将士？放肆！诸位别忘了，进贡本是蛮国的要求，太傅乃是解我没国之危。解围？呵呵，太子殿下说的好听，
依我看，某些人是狼子野心，要亡我莫国吧？呵呵，真是有意思。当初蛮国使臣在此逼宫，诸位在哪？江若初羞辱莫国时，你们又在哪？危机都被我一一化解了，你们这些缩头乌龟，现在倒跳出来找我的毛病。既然决定了当王八，那就乖乖把头藏好，别跳出来装了，行吗？放肆！你竟敢当着陛下的面辱骂朝臣！陛下，臣恳请撤去此辽太傅之职，将其拿下治罪。石大人这么能言善辩，当初对战江若初时，怎么没见您上台呢？你要是能打赢，这太傅你来当吗？皇宫大殿，石海手指颤抖地指着许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许巍，少胡搅蛮缠，蛮国之事皆因你而起，你若不能解决，本相国为了没国江山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劝谏陛下将你送给蛮国处置。陛下，那日我给蛮国的那些神兵利器，只是我手里最次的一批武器而已。哦，许爱卿的意思是你手中还有更好的神兵利器？是的，陛下。现在我莫国军队的确不是蛮国的对手，可若是我军也装备上神兵利器呢？若是我军再装备上我上次在赛场上使用的那种特制弓箭呢？爱卿说的可是那日那把100米之外贯穿蛮国重甲的神弓？不错，那神弓拉力不到普通弓箭一半，但射程、准度、威力都远非现在军队的弓箭所能比拟。蛮国军队强在重甲骑兵，但只要神弓在手，他们的重甲骑兵就是一个个移动迟缓的活靶子。太傅的意思是那等神弓不止1张，可以量产。那神弓是不错，可你就算有几百张，能挡得住蛮国10万大军？痴人说梦。是啊，几百张弓在数十万铁骑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谁说我只有几百张？我若有1万张神弓呢？万张！爱卿，此话当真？太傅，此话当真？哈哈，无知至极！就算你有1万张神弓又如何？据我所知，那江若初曾为蛮国设计过一款巨型弩车，那才是他们真正的秘密武器。传说弩车一出，万箭齐发，方圆200米内寸草不生。你觉得你的神弓能比得过弩车？呵呵，那算什么？我还有一种武器，可远在1000米之外，取人性命，声如雷鸣，快若闪电，而且3岁小儿都能使用，只需轻轻一按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物，形似竹棒，若将其投掷敌营，定然天雷滚滚，顷刻间便可将10数名敌人撕成碎片。满口胡言，简直是满口胡言！老夫活了这把年纪，自认博古通今，也从未听说过你口中那等怪物。敢问在场各位大人，谁听说过？众官员纷纷低头沉默。哈哈哈，许巍，你应该去街边茶楼说说，太能编了。射程1000米，你知道1000米有多远吗？还天雷滚滚，你以为你是神仙吗？二皇子，无知不是你的错，可拿出来显摆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世上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，难道他们就都不存在吗？放肆！你说谁无知？多说无益。太傅大人吹了半天，他不是又要说的回你的仙土华夏去取这些神器吧？没错，怎么了？哼，去仙土，我看是畏罪潜逃吧。这种低级的骗术，本皇子可见多了。呵呵，我要是想逃，上次还会回来吗？陛下，既然太傅大人如此有信心，那依老臣拙见，蛮国之事不如就全交由太子和太傅处理，也正好借此机会考验太子殿下到底是不适合做这储君之位。怎么，刚才不是吹得天花乱坠吗？怎么真让你上啊？就不敢吭声了？许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可以解决此事，但您得下旨给太子殿下和微臣一支军队，不多5万即可。哈哈哈，5万大军就想解决蛮国？我没听错吧？好，若是太傅大人解决不了，就请自提头颅去蛮国谢罪。同时，我们也会献上太子妃和5座城池，平息蛮国怒火。太傅，这是个陷阱。许爱卿，可有异议？没有，给我2个月，我定会让蛮国退兵，并乖乖奉上那5座城池。哈哈，终究是年轻气盛，要付出代价的。好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皇宫走廊，许巍走出大殿，龙青青立刻追了上来。许巍，你为什么要答应？我们根本不用自找麻烦。殿下，你看看这样的朝堂，还有培植你势力的必要吗？若欲称王，必先夺军权，军权在手，到时候就算是你父皇也不敢轻易动你。受教了，我定不让太傅失望。哎呀，别这么严肃嘛，屁大的小事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了。走，一起泡澡去。泡你个大头鬼！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一定会帮你坐上皇位。龙青青脸颊一红，见有人走来，立刻恢复高冷。太傅大人，何事？太傅大人，素闻您医术高超，宫里的吴美人高烧不退多日，恐有性命之忧，还望您能过去救命啊！吴美人，她背景干净，为人低调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她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你小心点。嘿嘿，殿下交个底，那吴美人好看不？大不大？不大我可不救。呵，非议后宫，你想被五马分尸吗？走吧。吴美人的寝宫，许巍跟着小太监来到一处偏僻却干净的院落。悠扬的琴声传来，当许巍跟随着琴声走近，看到抚琴的吴美人时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吴美人，高烧？这哪里是发高烧，这分明是发高骚啊！不是说好的高烧不退吗？我带的可是退烧药啊！吴美人身着薄纱，香肩半露，正抚动琴弦。许巍干咳2声，看来吴美人气色很不错，并无大碍。那小的就先行告退了。
许太傅留步，素闻许太傅妙手回春，我这几日来总觉得胸闷气短，还望太傅帮我瞧瞧。胸闷气短。许巍伸出手准备把脉，吴美人一把抓住许巍的手。吴美人，有话直说吧，别用这种伎俩。先生乃是大才，莫国这小地方只会屈才，朝堂上那群臭鱼烂虾只会给先生使绊子，何必受这等气？只要先生肯去蛮国，蛮国定然不会亏待先生。你是蛮国的人，我是谁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生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。若我不答应呢？先生可知亵渎后宫是什么罪名？我至今未被陛下临幸，却被你玷辱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吗？我活不了，你也得死。龙帝丢了面子，会让你活？以我一条贱命换先生一命，值了。你不敢直接给我许诺官职，说明你背后的人在蛮国也并非一手遮天。让我猜猜，第一，你是蛮国某个大人物的人，想拉拢我；第二，也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种，你是莫国某些人的棋子，想引诱我勾结蛮国，好给我和太子扣上通敌的罪名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美人，你是哪种？或许我是要杀先生的那一种呢。我是在为吴美人诊断病情，吴美人不要误会。先生还真是个色胆包天又不正经的太监呢。吴美人切莫乱说，败坏我名声，我可是正经人。来，我给你开点退骚，不，退烧药。我这从小身子骨就弱，以后免不了劳烦太傅多跑2趟呢。呵呵，好说好说。随后许巍丢下2粒药丸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主子，刚才您完全可以逼迫他，猥亵后宫可是大罪，我就不信他不从。他这种奇才最讨厌的就是胁迫，越是如此，只会让他越反感我们。记住，对许巍这种人，万不可用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站到他的对立面。哼，他还能比江先生厉害不成？此刻许巍回到东宫，见楚嘉离正在指挥丫鬟们办事。太傅，您回来了。许巍见过太子妃，殿下在书房等您，让您直接过去。许巍点点头，扫视四周，发现东宫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地上还能看到未干的血迹。看来龙青青开始动手了。许巍踏入龙青青房间，不由得一愣，只见龙青青披散着长发，一身女装，正端坐在桌前研读《三字经》。干嘛那么看着我？我的身份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知道我是女的，我也知道你不是太监，很公平。虽然知道，可每次看到殿下恢复女儿装，还是忍不住被惊艳到。当今天下第一美人，非殿下莫属啊！胡言乱语，能不能有点太傅该有的样子？许巍拿起桌上的茶一饮而尽。我要是跟那些老古董一样，你估计2天就得郁闷死。对了，户部那边怎么说？造神兵利器总得给钱吧？那是我喝过的。你喝过的？我说呢，怎么这么香？少贫嘴！父皇那边答应了全力配合，但户部那群老东西故意压着不给钱，说国库空虚。我跑了好几趟，1分钱没要到。不给钱？我在皇宫里随便拿点东西总可以吧？可以是可以，父皇应允了，你需要的小物件都可以拿，但那些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啊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待会儿找几辆马车，随我去宫里搬东西就行。对了，你这段时间低调点，一切等我带武器回来再说。对了，有件事想求太傅，你此去仙途，能否带些可以缓解伤痛的灵丹妙药回来？我见过前线将士受伤后生不如死的样子，若我龙青青有朝一日能坐上那个位子，定要这天下再无战争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城外傍晚，许巍收拾了楚嘉离一顿后，随后带着从皇宫搜刮来的几车东西出了城。这古界竟然能升级，空间变大了，冷却时间也短了，以后怕是坦克导弹都能搬过来。随后，许巍将所有东西收入古界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消失在原地。相国府内，李桂香一党正在大摆筵席，欢声笑语。哈哈，诸位大人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。那许巍和太子想从户部要钱，结果被曹大人给轰出来了。哼，想从我户部拿钱，他们算哪根葱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曹大人这就不对了。听说那许巍最后从宫里拉了几车破烂出去换钱，跟个乞丐似的，连咱们这顿酒钱都换不出来，他可怜可怜他吗？哈哈哈，得罪了本相，还想有好果子吃。等到了期限，他交不出神兵利器，哈哈，他和太子都只有死路一条。许巍的出租屋，许巍的身影凭空出现。随后，许巍刚想换下古装衣服，此时电话突然响起来。老板，您可算接电话了，您现在在哪里？公司一大堆事等着您处理呢。刚回龙清市，公司的事你们看着办就行，我授权了。许巍挂了电话，刚准备睡觉，门外传来砰砰的砸门声和粗俗的叫骂声。许巍，你个瘪犊子，给老娘开门！欠了半年房租了，好吃懒做的东西，活该你穷一辈子！再不交钱，老娘就撬了你的门！出租屋，许巍无奈的打开门，身上还穿着古装。哟，有钱买古装玩 cosplay， 没钱顶老娘交房租。你这种社会的渣子，赶紧给钱，不然就滚出去！韩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钱没带身上，等会儿有人送来，我马上给你。
等会儿，我看你是想跳窗户跑路吧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现在就要。妈，你就宽限他一下呗，大家在外面都不容易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妈不是怕你被骗吗？你可是要做大明星的人，可千万别跟这种好吃懒做的社会渣子来往。嗨，好久不见。你好，好久不见哈。我的宝贝女儿呀，你离他远点。我告诉你，他可是群星传媒的签约主播。你这种人，连个79块的东西都嫌贵，从来不想着努力工作，别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妈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我也只是个试用期的小主播。你在群星传媒？还在试用期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打我女儿的主意，她将来是要当大明星的，跟你这种穷酸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阿姨，我不觉得农民就低人一等，我们祖上几代都是农民，我为此自豪。哼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少废话，快点交房租。出租。就在此时，一排黑色豪车停在街边，车上走下一群身着西装的保镖。白影和白双姐妹从为首的加长豪车上走下。我的乖乖，这车一辆得好几百万吧？这么多大人物来我们这破地方干嘛？女儿别怕，你以后肯定比他们还有钱。妈，那2位好像是我们公司的白总和小白总。哎呦，白总、小白总，这么巧啊！我是韩笑笑的吗？我叫韩大花。您好，您是？2位白总是来找我们家笑笑的，我就知道我女儿有前途。快，里面请。阿姨，我们还有点事，就不打扰了。老板，我们可算找到您了，快跟我们回去吧。他就是群星那个神秘的老板。你们把阵仗搞这么大干什么？跟打架一样。这不是担心老板您的安全吗？我喜欢低调。是，老板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韩笑笑，我们公司的新人主播，挺不错的小姑娘，以后多关照关照。笑笑在我们公司这批新人里表现最出色，就算老板不吩咐，我们也正准备倾尽资源大力培养了。怎么可能？今天早上部门领导还暗示我，要是不懂事，试用期都过不了。白总，谢谢您，还有小白总。别紧张，明天去公司把正式合同签了，好好干，未来不可限量。随后，许无白影手中拿过一沓现金，递给韩大花。韩阿姨，这是房租。不，我不要。徐老板，对不起，刚才是阿姨嘴臭，阿姨给您道歉。这是您应得的，我知道您心不坏，就是嘴毒了点，我都被您骂怕了。走吧，回公司。许巍让白影安排了一个隐蔽的仓库，钥匙只有他有。随后，许巍一挥手，古界发光，一个个沉重的大木箱凭空出现在仓库里。不多时，万爷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嘿嘿，小友，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？有批东西，你看看能不能处理掉，价格好商量。这箱子全是金丝楠木的。天呀，暴殄天物啊！用金丝楠木做箱子，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金丝楠木，这品种我从没见过。这么多很贵吗？对，我的祖宗哦，这可是罕见品种，看样子得是1000年了。这东西在市面上都是暗可卖的。哦，这些都是。小友，这么多，我千宝楼也消化不完了。许巍无奈一笑，直接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，满箱的奇珍异宝，珠光宝气。谁让你消化箱子了？是这些东西：青铜宫灯、精雕鬼宫球。天啦，这瓷瓶的工艺绝美，全世界都没几件，你这竟然有8件。随后，万爷拿起一个古董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无价之宝啊！别说一个千宝楼了，就算是10个千宝楼，也一口气吞不下这些东西。不过，若是办一场拍卖会，倒是可以考虑。就您这些东西，足以办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盛大拍卖会。可以拍卖，怎么举办我不管，但是我要尽快出手，越快越好。太快的话，怕是很多大藏家都赶不过来，会影响最终成交价格。无妨，你只管处理就行。对了，我需要点东西，你有没有渠道？什么东西？手枪。这东西有点不太好弄啊，我没有这方面的渠道，可是有个人应该有。谁？龙清地下世界的王黑蟒，不过他跟段家之间有点关系，就怕不太好弄。段家，段后背后的势力。对，段家就是靠着和黑蟒合作，才在龙清迅速站稳了脚跟。呵呵，还真是有意思了，又跟段家扯上关系了。此事你先不管，先把东西处理掉吧。好，我立马去着手安排。群星传媒公司大厅，许巍刚走进公司，就听见一阵熟悉的撒泼声。别碰我！你们谁敢碰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你们老板的丈母娘，你们整个公司都是我女婿的，你们还敢动我？哎，这个月都第几次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他女儿都跟老板分手了，还来闹。上次白总没办法，给了30万才打发走。谁说跟我女儿没关系的？给我站出来！他睡了我女儿，就得为我女儿负责一辈子，提上裤子就不负责了。要不要我跟你们讲讲他是怎么跟我女儿上床的？此时白影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递出一张银行卡，这卡里有30万，拿上走人。30万，才30万就想打发我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女儿说了，她许巍现在可有钱了，要不是你这小狐狸精，我女儿肯定还跟许巍在一起呢，穿得骚里骚气的，一天到晚想勾引谁啊？此刻白影被气得说不出话，随后徐翠花往地上一躺，开始叫骂：哎呦喂，打人了，有人杀人啊！救命啊！他们要杀我这可怜的老太太啊！白眼，银行卡收掉，30万拿出去买狗粮喂狗，都比给他好。哎呦，
呀，你些别，我可高攀不上。当初不是你撺掇夏雨柔甩了我吗？自己做过什么不记得了？小许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当初打击你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你应该感谢我。日子我看了，下周就结婚，彩礼嘛就给1000万，再给我买套养老的别墅。你女儿有没有怀别人的孩子都不知道，就想跟我们老板结婚？哼，我女儿嫁给他，他还在乎这个？领养的孩子不也照样养吗？就算怀着别人的孩子，生下来不也叫他爸爸？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！谁敢动我？我一把老骨头，全身是病，碰我一下我就躺这儿不走了。直接打出去，打废了算我的，医药费我出，把钱全给他充成医药费。随后10几个保安围了过去。这位女士，请吧，我们动手，可就没轻动了。徐翠花猛地从白影手中拿过银行卡，边吐边喊：“30万就30万，许巍，你休想提裤子不认人，我还会再来的。”追，别让他跑了。不用追，让他走。敲诈勒索30万，够他在里面待一阵子了吧？白影报警。是，老板，我马上去办。老板，公司今晚聚会，您要不要出面给大家鼓舞士气？行，正好我也闲着，今晚我请客，大家尽情吃喝，费用我全包。此刻大厅内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夜晚，雀业酒吧内，群星传媒包下了最大的卡座，许巍坐在中间，白影白双姐妹一左一右。我们一起敬老板一杯。今年大家的年终奖，每人加2万。一辆豪车停在酒吧门口，段后快步跑下车，为后座的人打开车门。嘿嘿，谢少到了，这就是全龙青市最好的酒吧。随后，一个满身纹身的年轻人叼着烟走下车。老子来这玩的次数比你多，这次要是安排的不满意，别怪老子拿你马子撒气。谢少，您要是喜欢，我立马叫夏雨柔过来，让她今晚好好陪陪您。哟，懂事，哈哈哈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嘿，谢少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的不就是您的吗？一行人说笑着走进酒吧，经理一见来人，忙陪着笑脸迎了上来。经理，快给我谢少排至尊包间。那个段总，谢少，至尊包间被群星的那个新老板占了。呵呵，这龙青市还真有不怕死的，敢跟我抢包厢，去叫他们滚蛋！至尊包厢今晚我要了。段后抬头看到了卡座里的许巍一群。谢少，他就是群星的那个新老板，我那公司就是被他搅黄的。那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，打狗也得看主人。随后，谢刀一群人径直朝着许巍等人的方向走去。老板是谢刀，黑蟒的儿子，外面都叫他谢疯狗，他好像是冲咱们来的。谢刀，对，现在整个龙青的地下世界，黑蟒占据着半壁江山。至尊包间里，2个打手过来踢翻了卡座前的桌子，酒水果盘摔碎了一地。哼，你就是许巍，群星的那个神秘老板。怎么有事？谢刀拿起桌上的一杯酒，张嘴就是一口口给吐了进去，随即将酒杯拿到许巍跟前，喝了它，你跟段后之间的事情就算是过了。谢疯狗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哟，这不是百家妹妹吗？一段时间不见，又长性感了不少啊。谢刀，识趣的就快点滚出去，别打扰我们。哼，就算是万爷在我跟前，也不敢这么说话。我可以给万爷个面子，不动你。但是这个小瘪三，我今天还真就动定了。此时，许巍提起桌上一瓶红酒，直接砸在了谢刀头上。既然是敌人，那我就不留手了。话没说完，随后许巍又是一瓶红酒砸在谢刀脑袋上，谢刀当场昏死过去，跟着谢刀的小弟直接傻在了当场。以后记住，只要确认了对方是敌人，那就先下手为强。你完了，别走，你们都别走，锁门，快锁上门，别让他们走。此时，一个反应快的小弟已经拨通了黑蟒的电话。老板怎么办？门都锁了。黑蟒的人来了，我们死定了。别慌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龙青市某别墅，黑蟒听着手机小弟讲述谢刀被开瓢的事情，脸色阴沉至极。来人，给我把他剁碎了，刘讲理。老大，要不要先查查他弟弟？听说他跟万爷走得很近。万爷，那老王八在我面前算个屁，把我儿子打成那样，真当我黑蟒不敢嘎人？就在此时，黑蟒的手机响起。哼，你这老王八，消息倒是挺快。万爷想求情，我告诉你，那小子的命我要定了，谁都保不住。黑蟒，我不是来求情的，是来救你的。那个人你惹不起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整个龙青市都没人惹得起。救我？你会这么好心？你越是这样，就越说明那小子没背景。难道是你万爷的孙女婿？我给他当狗都不一定够格。黑蟒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动了他，龙青市就真的要天翻地覆了。话我带到了，怎么选？看你。随后万爷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黑蟒愣愣地看着手机，去给我查查这个许巍。千宝楼，万爷手中把玩着一块翡翠，目光投向窗外，身旁的手机亮着屏，随时准备拨号。看来龙青是要变天了。雀业酒吧，白影冷冷地瞪了一眼那个把自己人关起来的酒吧经理。许巍，你就等死吧！你打的是谢少，黑蟒的独子，你死定了。哦，是吗？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你这条垃圾。来，大家帮忙摁住他，出力的，每人10万。开门，给老子开门！几分钟后，酒吧里只剩下段后凄惨的哀嚎声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大门被打开，一群提着长刀的黑衣人走了进来。许巍，蟒哥要见你。要见我就让他自己来。此时，黑蟒的手下们全都攥紧了手中的刀，其中几人悄悄将手伸入怀中。哼，不敢开枪就别掏出来了，不然很丢脸。蟒哥让你接个电话。黑蟒，你儿子很牛啊，掀了我喝酒的桌子。呵呵，所以你就把他的脑袋开了瓢，阁下未免做得太过了。
过吗？这次只是一个教训，下次再惹我，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见到他完整的尸体。许巍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背后站着谁，这件事不会这么完，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继续哥，继续舞，今晚全场我买单。哈哈哈，徐总大气，大家玩得尽兴，今晚的消费全免，快给徐总这边上好酒，多叫几个姑娘过来。总裁，我们需要你免单吗？他也是为了生存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不怪他。老板，他们就是狗眼看人低。凌晨时分，聚会散场，众人醉得东倒西歪。老板，我安排他们回去，你先帮我把姐姐送回去。哎，你没告诉我送哪去啊？得，先就近开个房让你缓一下吧。某酒店套房，我去，看着挺瘦的，怎么喝醉了这么沉？白影刚沾到床，突然死死拉住许巍。许巍，嘿嘿，你蛮可爱的嘛，来给姐姐笑一个，嘻嘻，来让姐姐嘴一个。我去，喂，你冷静点，我可是正人君子，别诱惑我啊。许巍，你让我亲一下就怎么了？又少不了你一块肉。呜呜呜，我长这么大20几年了，我都没有亲过男人。呜呜，我要亲，我要试试亲嘴是什么感觉。随后许巍拿出手机，打开录像，对着床上耍酒疯的白影。哈哈哈，白影啊白影，你这女神形象是彻底没了。好热，我要游泳，我是一条鱼，嘻嘻嘻。我靠，你冷静点，你自己慢慢醒酒吧，我走了。呜呜呜，你嫌弃我，你都不陪我游泳，我要从这儿跳下去。此刻许巍停下了脚步。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不美吗？美，你美若天仙。哈哈，我就知道。下一秒，白影一头栽倒，许巍慌忙扶住。就在他扶住白影的刹那，白影勾住了他的脖子，温热的唇生涩的贴了上来。许巍愣了几秒，随即化被动为主，一夜疯狂。黑蟒别墅内，一个微胖的花式中年男人与黑蟒相对而坐。我们那些洗白的产业很多都撑不住了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孟哥，房地产遇冷，我手底下的资金也周转困难了。不过我倒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说不定能帮我们度过这次难关。有屁快放！我刚得到全密消息，有个神秘卖家要出手一大批珍藏古董，而且听说那人急需用钱，价格不高。我们要是能拿下，再转手一卖，保守估计能赚5、6个亿。我已经让人去打听了，要是能直接联系上那个神秘人，我们赚的还能再多几个亿。此事你一定要拿下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酒店套房，第二天一早，许巍醒来，身旁的白影已经不见踪影。许巍起身后，看着床单上的血红，哎，可惜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夏雨柔打来的。哪位？许巍，你个王八蛋！许巍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夏雨柔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。有事说事，别烦我。你为什么要告我吗？许巍，我告诉你，你立马给我撤销。我妈年纪大了，如果在里面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呵呵，夏雨柔，你还知道你妈年纪大了，知道她年纪大，还让她去我公司闹事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做错事就得付出代价，不是吗？你少放屁！我妈去要钱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你以为我缺你那几10万的臭钱啊？哦，你不知道，那你怎么清楚她要了几10万？我不想听你这些乱七八糟的，反正你得想办法把我妈放了，不然我跟你鱼死网破。放不放，你得去问法官。对了，看在旧情上提醒你一句，远离断后，不然你会很惨。哼，你就是怕我过得好吧，死渣男！许巍直接挂断电话，拉黑删除。群星传媒办公室，许巍走进办公室，白影正端着一杯牛奶，他走路的姿势有些不自然。给你热了杯牛奶，放桌上了。你别忙了，今天好好休息吧。我没事，昨晚的事让公司旗下几个业务被人故意整了，我得赶紧处理。白霜，你过来照顾一下老板。随后白影匆忙离开。姐昨晚是摔到了吗？走路的姿势好奇怪。啊，可能是吧，磕到腿了。许巍无事可做，躺在椅子上刷起了手机，玩起了游戏。游戏里传来队友的叫骂声：“好好打，赢了送你们1人1套皮肤，随便选。”话音刚落，叫骂声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野爹牛逼。哼，这游戏也没什么难的嘛。群星传媒办公室，老板，有个人要见你，不认识，穿着很朴素，看着很奇怪。一个魁梧的络腮胡男人走了进来，他穿着起到褪色的衣衫和破了口的帆布鞋。徐老板，坐吧，别拘谨。白霜，倒杯茶。我想求您帮个忙，你们公司有个叫韩笑笑的孩子，您能不能多照顾照顾他？这是我这些年杀猪攒下的积蓄，10几万。我知道您看不上，但我后面赚的都可以给您。如果老板有不好解决的人，您张口，我来，绝对干净。许巍注意到男人左手手腕上有一片用刀刮过的明显疤痕，隐约还能看到纹身的残留。白霜，关门。你跟韩笑笑是什么关系？又跟黑蟒是什么关系？男人慌忙将手缩回衣袖。许巍将桌上的布包推了回去。你的钱我不需要。韩笑笑是我的女儿，我和韩大花的女儿。我曾经的名字叫青蟒，3蟒会是我、黑蟒、赤蟒3兄弟一手创立的。后来黑蟒为了独吞大权，设计杀了赤蟒，我也险些丧命。这些年为了活命，我不敢踏入龙青市一步，在他们看来，我早就死了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？昨天我给韩大华打了电话，他说得罪了您，怕影响笑笑的前途。徐老板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心肠不坏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替他给您道歉。
我青蟒不会说话，只要您能可怜笑笑，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说着，青蟒抄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就要往自己手上划去。放下，水果刀还要用呢，挺贵的，花了我5块钱。韩笑笑知道你的存在吗？不知道。韩大华告诉他，他父亲早就病死了。卡你拿着，我不缺这点钱，就算你不来，公司也准备好好培养韩笑笑。我许巍没那么小肚鸡肠，因为别人骂2句就给人穿小鞋，你太小看我了。老板，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您只管吩咐，我青蟒赴汤蹈火。的确有点用得着你的地方，不过得等等白霜先给他安排个住处。青蟒离开后，许巍拨通了万爷的电话，跟你打听一个人。徐老板，您说，青蟒你认识吗？什么青蟒？他多年前就死了，据说是出了意外。他没死，这人可用否？青蟒可是3蟒会里为人最正也最仗义的一个，若是您能联系上他，此人可堪大用。那就行。您真的见到青蟒了吗？他刚来见过我。若他真的活着，那您之前说的那件事，他或许有渠道解决。听到此话，许巍眼神一亮。白影白霜的别墅，几天后，许巍正坐在沙发上，拿着手机记录着要采购的穿越物资：啤酒、白酒、太阳能发电板。哦对，还有龙青青说的药，这个最重要，得多备点。刚洗完澡的白影走了过来，从后面轻轻抱住许巍。很晚了，要不睡吧？嘿嘿，送到嘴边的羔羊哪有不吃的道理？你轻点，别被白霜听到了。白霜的房间，正在追剧的白霜忽然像是听到了什么，下一秒她脸颊如火烧一般，小心脏砰砰狂跳。嘿，不要脸，羞不羞呀？这么大的声音！白霜嘴上骂着，身体却很诚实的靠近了墙面景，想听得更仔细。2天后，拍卖会场外豪车云集，在一众保镖的簇拥下，段祖缓缓走下豪车。嘿嘿，叔，我们到了。等拿下这次拍卖，解决了公司的事，我必定给你好好报酬，我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拍卖会场外，段后感动得差点哭出来，一抬头却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。哟，还真是巧啊，这里都能碰上老熟人。许巍，怎么不像吗？哈哈，很好，年轻人，缺酒吧的账我先给你记下了，给你个忠告，龙青是每年消失的人挺多的，你也小心点。你不会也是奔着拍卖会来的吧？就你手里的那3瓜2枣，还是留着买棺材吧。实话告诉你，这次随便一件藏品都不是你这种人能买得起的。我买不买得起，跟你有毛线关系啊？脑子有病就去治病，别出来吓人。阿后，别跟这种小人物一般见识，拉低档次。走进会场，听说拍下藏品最多的买家，有机会见到这次拍卖会背后那个神秘的藏家，那等人物可不是某些小喽啰想见就能见的。给我等着，等拍卖会完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！来人，把他们的邀请函作废！哈哈哈，作废我们的邀请函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背后可是那位神秘的大人物，万爷都不敢这么干。来，你撕一个我看看，你敢吗？呵呵，不敢就别装。拍卖会场外，许巍一把夺过邀请函，将其撕成碎片。你这张邀请函可是我们段家翻身的唯一机会，为了他，我可是把所有资产都抵押了。你完了，许巍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次真的完了。你撕掉的不是邀请函，是你的命。给万爷打电话，小子，今天这是没完。此时万爷在白影白霜的搀扶下缓缓走来。谁要找我要说法，废了就废了，你们是有问题吗？万爷，哎呦呦，许先生可折杀老头子了，您叫我老万就行。老万，黑蟒都不敢这么叫万爷吧？这年轻人到底什么身份，能让万爷如此敬重？哈哈，您是长辈，还是叫万爷？万爷，这小子撕了我们的邀请函，您就这么算了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说作废了，你们还有问题吗？好，很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随后段祖回到车上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10几分钟后，10几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，黑蟒叼着雪茄缓缓下车。猛哥，就这么点屁事都办不好，废物！去把会场给我堵了，电也断了，谁敢不服，先打断腿。黑蟒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进不去，那就谁也别想进，很公平嘛。是的，开始吧。话音刚落，数十名身穿制服、手持电棍的安保人员从4面8方涌出，瞬间包围了黑蟒的人。就在这时，黑蟒的专用手机响起，黑蟒接通电话，只听了一句，脸色瞬间煞白。黑蟒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青蟒，你还活着？呵呵，你都还活着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活着？你在哪儿？在家啊，在你、我还有赤蟒，我们曾经共同的家。此刻黑蟒猛然抬头看向许巍，你是故意引我出来的，青蟒是你的人，你还不算笨。万爷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，你跟这小子搅和在一起，会让你背后的大人物失望的。呵呵，是吗？老大，东西拿过来。随后段后连忙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交到黑蟒手中。呵，你们不会以为只有你们才能联系上那个神秘卖家吧？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们早就联系上了，就算没有拍卖会，那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的。万爷，这要是真的，我们不是白来了？是啊，万爷，不能让他们把东西半路劫走了，要不就各退一步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要不你打着试试？姓许的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们是随便找的号码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人直接从万爷手机里搞到的号码，还能有错？此刻段祖一个耳光狠狠甩在段后脸上。混账东西，闭上你的臭嘴！这时
万爷浑浊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杀机。呵呵，这是你们自找的，别怪我黑蟒吃独食。电话打通，黑蟒脸上的冷笑瞬间僵住，因为许巍的裤兜里传出了来电铃声。他淡然地接起电话，几乎同时，他的声音从黑蟒手中的话筒传出：“喂，黑蟒，找我有事。”蟒哥，这号码绝对没问题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手上啊。对，这许巍狡猾无比，他肯定是真正的中间联络人，我们被骗了。你们一群废物，年轻人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不过想要在龙清的地盘上混，得先问过我们三蟒会，没有点斤两，我黑蟒也混不到今天。保重，小子，注意安全。哼，哈哈，诸位里面请。拍卖会照常。许先生果然年轻有为啊！许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多多交流。许巍没有理会众人，他警惕地看向一个方向，一个外卖员打扮的人骑着摩托车高速冲来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枪。小心！拍卖会场外，许巍猛地将白影白霜扑倒在地，几乎同时，几颗子弹擦着他的后背而过，擦伤了他的皮肤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等许巍起身时，那杀手已经消失在人流中。许巍你怎么样？老板，你流血了。黑蟒，我还没死。你欺人太甚！刚刚难道是古界的力量？在那一瞬间，我的速度和反应力快了数倍不止。我没事，擦破了点皮。万爷，接下来就辛苦您主持拍卖会了。不行，要去医院，快叫救护车！医院病房，许巍躺在病床上，拨通了青蟒的电话。青蟒，给我找到那个人。此时白影推门进来，将切好的水果端到床边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真的只是擦破了点皮，不用这么紧张吧？不行，必须休养1天，坐好别动。我问你，以后不准再像今天这样犯傻了，又不是你命大。今天你就死了。如果有下次，我还会那么做的。若是必须死一个人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白影闻言，一时间泪流满面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白影忙起身擦了擦眼泪。小许啊，不，许先生，笑笑这孩子，听说你住院了，死活非要来看望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明明是你非要拉着我来的。阿姨，你叫我小许就行了，别那么生分。哈哈，那好，我就以后叫你小许了。我就说嘛，小许肯定不会因为身份跟我们生分。小许啊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还没结婚吧？我看你跟我家笑笑差不多的年纪，他也没对象呢。要不，妈，我们还有事，许总还有白总，我们以后再来。不好意思啊。刚喝了一口水的许巍差点被呛个半死，剧烈咳嗽不止。没事，让阿姨说。我也觉得老板和笑笑很般配呢，你说呢？是不是老板？呵呵。随后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他们识趣地走出了房间。喂，青蟒。老板，那小子自杀了。无妨，意料之中。对了，开始准备我要的那些东西吧，等拍卖会一结束，我就能把钱汇过去。老板，要不要我直接去搞死黑蟒那个混蛋？我一个人去就行。你的命留着我有大用，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想着同归于尽了。就黑蟒那一条命，他不配。几天后，拍卖会顺利结束，除去千宝楼的抽成，许巍直接拿到了300个亿。哈哈，许总，这次咱们拿出来的东西，那些收藏家们都很满意，加价起来根本不带犹豫的。要是时间宽裕点，多足宣传，我觉得至少再多几10个亿。生意这事情，多多少少也得让别人也有的赚，这样才能长久。许先生，您的境界老头子受教了。没事，这种级别的拍卖会以后还会有的。还有，就这次这种品级的东西，你还有？行了，万爷，别激动，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些玩意儿我多的是。随后许巍挂断电话，拨通了青蟒的号码。青蟒，10个亿过去了，东西别运回国，找个东南亚的小国存着，我到时候自己去取。挂断电话，紧接着许巍又给白影拨了过去。白影，几10个亿收到了吗？把公司规模扩大一下，三蟒会凸出来的那些正规产业，你和白霜都去给我拿下来。再待下去，没病也得憋出病了。突然，许巍死死盯着自己的左手手腕，伤口呢？我记得当时为了护住白霜，手腕明明划了道口子，竟然愈合了。我的身体不对劲。随后，许巍目光落在骨戒上，随即拿起水果刀在手臂一划，他紧盯着伤口，只见鲜血涌出后，又在数秒内迅速止血愈合，最终连疤痕也消失不见。这是那次生死关头，骨戒冲进我体内的那股气流，它竟改造了我的身体。就在此时，电话铃声响起。喂，白影。老板，又有人来公司闹事了，我叫人去接你，你还是来看一下吧。徐翠花，他不是被抓了吗？不是他，是夏雨柔的弟弟。群星传媒办公室，许巍赶到公司，白影和白霜正一脸无奈地站在办公室门口。怎么回事？你自己进去看吧，不太好处理。许巍推门而入，一个黄毛青年正把脚翘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旁边坐着一个打满唇钉鼻环的朋克少女。夏剑，你想干什么？哟，许巍发达了，这么大的办公室，还有那么漂亮的秘书，不错啊。不过你欺负我妈和我姐，这账是不是得算算？脚放下来。许巍，别给你脸不要脸，我问的是你欺负我姐。许巍一巴掌直接将夏剑从椅子上扇飞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夏剑的脸颊迅速高高肿起，嘴角溢出鲜血。剑哥，你没事吧？剑哥，你敢打我？姓许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弄死你！夏剑攥起水果刀就要刺向许巍，许巍轻轻一抬脚，
夏剑直接被踹飞出去。哼，不自量力！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完了。他可是10万剑家军的将军。对了，他现在是三蟒会的人。三蟒会你知道不？你完了，害怕了吧？听到三蟒会，许巍眉头一皱。就在此时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。哪位？哈哈，许先生，我托2位小友给你带的礼物收到了吗？喜欢吗？群星传媒办公室，许巍脸色一变，目光迅速扫过2人，最终落在了夏剑旁边的黑色背包上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，知道三蟒会的厉害了吧？我们可是呀！闭上你的臭嘴！许巍走过去，一把拉开背包拉链，一包炸药赫然出现，上面的红色倒计时正在跳动。夏剑和朋克少女瞬间吓傻，不是我们带来的，他们让我们背这个包来找你，说是入会的考验，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炸药啊！许巍，你相信我？这怎么可能？闭嘴！老板，金属刚打来电话，说有人背着炸药进了我们大厦，要求立即疏散，楼下已经开始撤离了。白影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了桌上的炸药，瞬间脸色大变。我看到了，你让大家赶紧撤，他们的目标是我。老板，快走！别，我一动，他们就会远程引爆。你先带大家出去，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。不，我在这里陪着你。隐隐，听话，带上这2个混蛋出去，我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。这世上还有太多我舍不下的东西。最终，白影无奈地拖着已经腿软的夏剑和朋克少女离开群星大厦外。青蟒带人赶到，不顾一切的就要往里冲。老板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再进大厦，一切听他命令。好，黑蟒，我问候你祖宗。老板要是有事，我要你和你那些狗崽子一起陪葬。小崽子，你干的，炸药是你背的。夏剑被吓得蜷缩在地上哀嚎。群星传媒办公室，许巍一脸淡定地坐着，电话那头再次传来黑蟒的声音：许先生是不是很感动？我不但送了大礼，还贴心的替你报了警，媒体也联系了商业新秀许巍，抛弃原配，将丈母娘送进牢房，小舅子怒被炸药同归于尽，哈哈哈！这个新闻标题怎么样？你要火了，可惜是在你死后。黑蟒，这将会是你此生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。你以为就这2个小鞭炮就能杀了我吗？小鞭炮，呵呵，许巍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再装还有意思吗？今天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我说的，下辈子记得学聪明点。电话挂断，背包里炸药的倒计时进入最后几秒。就在炸药即将爆炸的瞬间，许巍眼神一凛，抛出戒指，猛地一挥手，那只黑色的背包凭空消失不见。三蟒会总部，黑蟒点上一根雪茄，惬意地靠在沙发上。在这龙青市，我才是天！哈哈哈，那是在您面前，那许巍不过就是个小喽啰，碾死他不费吹灰之力。2人盯着面前的电脑画面，等待着预想中的爆炸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群星大厦外静悄悄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爆炸？蟒哥，见鬼了！那炸药包消失不见了。我一直盯着，倒计时结束的那一瞬间，它就没了。蟒哥，有鬼！那大厦真的有鬼！有你，给我滚！蟒哥，你看。哈哈哈！诸位朋友，此次炸弹事件纯属谣言，虚惊一场。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。真是见鬼！蟒哥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被那2个小崽子给耍了？他们把炸药调爆了。小狗崽子敢耍我，去给我查他们的地址。群星传媒办公室，白影看着安然无恙的办公室，虽然心中疑惑，却没有多问。许巍将一把水果刀丢到夏剑面前。姐夫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那东西。把你身上的纹身刮掉，刮干净了就滚。夏剑颤抖着捡起刀，只在皮肤上轻轻碰了一下。啊，疼！就你这怂样子，还想混地下世界？这点疼都受不了。青蟒，帮他！守在门口的青蟒迅速走了过来。知道我身上的纹身怎么没的吗？就是自己这么一刀刮下来的，连这都做不到，以后就老实点。此刻，那朋克少女见状，早已吓得瘫坐在地。半晌之后，夏剑浑身是血，蜷缩在地上哀嚎。以后若是还想加入什么三蟒会，或者让我知道你在外面鬼混，我就让青蟒剐了你，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带上你这小女友，滚吧！还有，你姐从小到大都对得住你，别再让她陷入危险了。带上他们，立刻离开龙青市。断后别墅内，这夜，夏雨柔激动地看着被放回来的母亲徐翠花，随即满脸感激地迎向断后。谢谢你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悄悄动用人脉，把我母亲救出来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姐夫神通广大，比那只会逼我们离开的狗东西许巍强太多了。老子就不走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哎呦，我的背好疼啊！姐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就是看看那许巍什么东西，告我又能怎么样？有小段在，我还不是照样出来了？小段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还给我们租这么贵的别墅住，花了不少钱吧？我压根没救人啊，这别墅也是我自己的，应该的。阿姨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在上面有几个朋友，放您出来就是一句话的事。此时，别墅大门被人狠狠撞开。谁呀？活腻歪了！断后转身的瞬间，整个人呆住了。只见一个个黑衣人走了进来，手中长刀泛着森森寒意，领头的是个镶着钢牙的男人。狗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是断后啊，自己人，给我个面子，咱们外面说。原来是小段的朋友啊，都坐。都别动，不然要你们的命！此刻夏雨柔等人顿时吓得不敢说话，蹲在角落。是不是他？是。姐夫救我！你不是认识他们吗？求个情好不好？我马上就离开龙青市，我保证
闭上你的臭嘴！谁他妈是你姐夫？狗哥，我跟他们一点都不熟，他们私闯我的别墅，犯了事你们只管处理，不用留情。段后，你说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当什么？当玩具啊！妈的，老子早就玩腻了。嘿嘿，狗哥，弟兄们要是喜欢，这娘们后的可以让他伺候一下。小段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你不喜欢我们雨柔，怎么会费劲救我出来呢？就你，老子看到你这老八婆就烦，根本就不是我救的你。你也给我滚过去，等待会儿看莽哥怎么处理你。那个老的和那个小子，莽哥说了，剁碎扔江里。至于这个女的，你们享受完了，也剁碎扔了，做干净点。这一刻，夏剑才恍然大悟，许巍当初让他赶紧离开龙清市，那不是在害他，而是在救他。三莽会夜店，往常一到夜晚就热闹非常的夜店，此刻却是一片死寂。许巍默默穿过舞厅，身后跟着青蟒和数名气势凌厉的练家子。老板，这夜店后面就是三莽会的老巢。许巍，你想干什么？快去汇报莽哥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！叫黑蟒出来受死！今晚之后，龙清市再无三莽会。夜店内，双方人马瞬间厮杀在一起，惨叫声、撞击声不绝于耳。许巍手持一根螺纹钢，所过之处，三莽会的人纷纷倒地。拦住他！给我拦住他！随后，许巍拿着螺纹钢猛地甩出，直接敲断了谢刀的大腿。其余人见状，疯了一般朝许巍涌去。许巍速度奇快，力大无穷，那些人甚至无法逃走，手中的砍刀便被螺纹钢直接打断。跟在后面的青蟒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老板竟然是这种级别的猛人！三莽会办公室大门打开，许巍提着不断滴血的螺纹钢走了进来。都给我出去！随后少女们都跑了出去。青蟒走进来，给许巍拉过一把椅子。许巍坐下，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血。这时黑蟒几个枪手从黑暗的角落走出，枪口对准了许巍。哈哈哈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捏根钢管就杀过来？许巍，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以为是，真以为一根钢管就能灭了我们。现在得靠枪说话，时代变了，孩子。不需要灭了整个三莽会，我只需要灭了你们两个就行了。哈哈哈，灭了我们两个？许巍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？凭你手中的钢筋，7步之外你的枪快，但是7步之内我的螺纹钢更快。而且谁说我们没枪？话音刚落，那几名原本对准许巍的枪手调转枪口，对准了沙发上的段祖和黑蟒。黑蟒，你丧尽天良！当初赤蟒哥对你不薄，你竟然害死了他。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你这种不仁不义之徒，今天我们就要替赤蟒哥报仇。你们现在就是你们三莽会内部自己的事情了，与我无关。我今晚从未来过这里，不过我想今晚过后，诸位的家人应该会突然中个一辈子吃喝不愁的大奖。青蟒，当年的事情你听我说，赤蟒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。青蟒，我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先走可以吗？这房间里的人都走不了。黑蟒为了报仇这一天，我等了多年了。段祖刚一转身想逃，一颗子弹已经贯穿了他的心脏。房间里随即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。段后别墅里，疯狗的手下正要将夏静拖出去。求求你们放过他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他是不是又欠你们钱了？我还，我有钱的，我能找来钱。呵呵，还只是个孩子，大妈，他得罪的人，犯下的错，不是你能还的，懂了吗？拖出去！莽哥说了，一定要剁碎。疯狗的手下刚拖起瘫软的夏剑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接听电话的疯狗脸色骤变，都住手，回三莽会，快！狗哥，怎么了？莽哥出事了，快回去！随后一众小弟纷纷追了出去，别墅里只留下劫后余生的夏家众人。私人飞机上，这一夜，龙清是地下世界最大的王者，黑蟒身死，三蟒会彻底消失。空姐小心的给许巍斟满红酒，一旁的青蟒面对空姐的询问，只是一个劲的傻笑。还得是万爷有钱啊！这一趟要把青蟒联系好的军火弄回来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搭上更大的渠道。毕竟我要去的那个时代，对热武器的需求可是个无底洞。群星大厦仓库，数日后，许巍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隐蔽的仓库中，古界里已经堆满了军火武器，还有强弩、刀剑，最重要的是这些止痛药和青霉素。许巍已经给白影、白霜和青蟒安顿好了一切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许巍手上的古戒白芒再现，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，随后消失在空气中。莫国皇宫此时气氛凝重无比。陛下，再等不得了啊！蛮国大军已掠夺我莫国10城，再等下去，我莫国怕是要亡国啊！父皇，大将军左后将已经重伤，伤口感染，御医也回天乏术。左将军可是咱们莫国的顶梁柱，他若有3长2短，谁还能抵挡蛮国的进攻？不是已经派了宫里最好的御医过去了吗？怎会越来越严重？我等请求陛下为了我莫国百姓，立刻送出楚家离和亲，并且为消解蛮国怒火，当全国通缉那贼子许巍。若到时那贼子还不出现，便请太子殿下提着自己的脑袋去蛮国谢罪。臣等附议，还望陛下早做决断。若牺牲一人，便可拯救一国，这值得。诸位大人，当初太傅答应的时间还未到，等太傅大人归来，定然有绝妙之法，可解眼前困局。太傅，
哈哈，殿下不会真的以为凭许巍那个小太监便可对抗蛮国吧？可笑至极！太子殿下莫不是盼着我莫国亡国吧？相国大人，还请说话负责。哼，太子殿下，你扪心自问，就那许巍所说的什么声如奔雷，万军不可挡的枪，你曾听说过否？这世间存在那种东西吗？父皇，我愿领军亲赴前线。您之前许诺我5万大军，现在不必再等太傅归来，我愿即刻出发对抗蛮国。正好，左将军帐下的5万大军就由你统领吧。此话一出，龙周强等人看向龙青青之时，纷纷露出了诡异的冷笑。当日，龙青青披甲出城，直奔前线。而在他奔赴前线的第2日，莫国宋太子妃楚嘉里与蛮国和亲。许巍，你终究只是一介凡人，你才离开几天，你守护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。和亲马车内，楚嘉里袖中的手却紧紧攥着一把匕首。许巍，放心，我这一生只有你一个男人。踏入蛮国的那一刻，就是我的死期。太子妃和亲，真是丢尽了我们莫国的脸。哎，太傅大人到底去哪了啊？我莫国已经没一个硬骨头了吗？莫国皇城外，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响起，许巍独自一人站在城门口，冷冷地看着缓缓驶来的宋亲队伍。前方何人？胆敢阻拦和亲队伍，不想活了！见许巍不动，一名骑士拔出挎刀，催马冲了过来。许巍只一拳，便将那战马连同骑士一起砸飞出去。有人捣乱，拿下！随后数名护卫瞬间将许巍团团围住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咱们的太傅大人吗？李桂香，2月之期未到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跟蛮国和亲，表达臣服之意。哦，对了，还少了一样礼物，就是太傅大人您的脑袋，将这乱臣贼子拿下。许巍冷笑一声，手掌拂过古剑，一把手枪出现在手中。今日我说你们出不了这城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出不去。莫国皇城外，一声枪响，一名骑士应声落马，胸口被直接击穿，又是几声枪响，几名护卫摔落马下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他手里那烧火棍在喷火，喷火之后我们的人就倒了。这声如雷，快如电，难道真有他所说的那种神器？许巍调转枪口，对准了李桂香。李桂香的官帽被打飞，他也从马背上滚落下来。相国大人，你猜你这些护卫能不能挡住我手中这东西？许巍，你不要胡来，和亲乃是皇命，你这是在违抗圣命。皇命？呵呵，那我就让陛下收回这皇命，退，给我往皇宫退。见众人不动，许巍又是一起打在李桂香脚下。退，都给本相退，听他的，往皇宫退。许巍造反了，他造反了！禁军，弓箭手准备。此时无数禁军拉开弓箭，箭头齐齐对准许巍。许巍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会被扎成刺猬。太傅大人，你快走吧，以我之命换莫国百姓数年安宁，值得。值得。我看是有些人跪得太久，忘了怎么站着了。今天我许巍就站在这，我倒要看看谁还敢提和亲之事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这是大逆不道，当众失足！来人，放箭，给我放箭！莫国皇宫，许巍随手将一颗手雷丢在龙舟墙不远处，一声巨响，厚重的石板瞬间碎裂，留下一个硕大的深坑。平地惊雷，还能召唤雷霆？见状，龙舟墙吓得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，脸色惨白。保护我，快保护我！许爱卿，你回来了。陛下，收回和亲的皇命，我便继续为莫国效命，否则……许爱卿，你在威胁朕，君无戏言。命令已下，覆水难收。那陛下就坐等亡国吧。我若带着这些东西投靠蛮国，荡平莫国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许巍，你放肆！你敢威胁父皇？许巍目光看过去，龙舟墙立刻吓得后退几步，不敢再言语。哈哈哈！许爱卿说的哪里话？朕与你约定的日期未到，这和亲之事自然作数不得。来人，都把弓箭放下！爱卿历经千辛万苦归来，朕今晚便在宫中设宴，为你接风洗尘。全凭陛下安排。陛下，太傅大人携神器归来，真乃天佑我莫国。只是蛮国大军压境，火烧眉毛。臣斗胆提议，不如就让太傅大人将神器交由二皇子，让二皇子率军抵抗蛮国，也好让太傅大人好生休养。父皇，孩儿愿请命，率军对抗蛮国。二皇子深明大义，若能带上太傅寻来的神器，定能大破蛮军。许爱卿劳苦功高，若是再让你奔赴前线，朕于心不忍啊。爱卿觉得诸位大人的提议如何？二皇子有这份心，自然是好。那便请二皇子尽快出发，前线战事吃紧，可耽搁不得。许巍绝口不提武器之事，龙帝向李桂香使了个眼色。陛下，太傅大人手中的武器乃国之重器，理应交由国库保管，是否动用，当遵陛下圣意。太傅大人多犹豫一刻钟，前线便有数百将士惨死。太子殿下目前可就在前线，太傅难道不关心他的死活吗？相国大人这话说的好像将士伤亡都是因为我徐某人一样，有时间在这说风凉话，怎么不去前线鼓舞士气？是骨头软提不起劲了，还是怕死？我当初为莫国寻求神兵利器，曹大人你一个字儿都没有批给我。现在我辛辛苦苦学来的武器，凭什么给你们这些软骨头？凭你们不要脸，还是凭你们无耻？还有你，口口声声忧国忧民，
你的嫡系旁系有一个在战场上吗？前面的将士拼死拼活，你们的亲朋故交在后面欺辱他们的妻小，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讲什么狗屁大义？讲你奶奶个腿！混账！此刻李桂香被气得摇摇欲坠，险些栽倒。曹大人，我怎么听说外面那些走私贩卖的都是你家的人啊？听说你府上的陈设，陛下都不及1/10啊！石大人对不起，外界都传言皇宫选秀女质量最好的一批要先送到您府上，您挑剩下的才送进宫献给陛下啊！陛下，这许巍满口胡言乱语，冤枉啊！您万万不可相信他，陛下。许爱卿，外面的某些传言，我们还是不能轻信的。诸位大人对朝廷忠心耿耿。哼，陛下说的是，老狐狸，你已经听进去了。从此刻开始，这天下的风云就由我许巍来拨弄。东宫小院，许巍回到自己的小院，原本破落的院子已被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江若初正坐在院中喝茶。我还以为你会趁机逃掉，不再回来，真可惜，你让我失望了。哟，我还费尽心思给某人带了礼物，看来某人不需要啊。你当我是外面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吗？随便给点糖果就沦陷了。糖果不喜欢，那这个呢？江若初猛地瞪大了眼睛，一把将书抢了过去。这是你从仙土大厦带回来的仙书。天啊，这何等书法，方才能写出如此工整的字迹？不对，这是印刷。可这么小的字块，怎么烧制出来的？之前你说这世上有仙界，我内心是不信的。可是现在我信了，这真的是送给我的吗？它的价值根本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怎么样，感动不？江若初猛地起身，紧紧抱住了许巍。许巍，谢谢。江兄，你这胸肌貌似愈发发达了，是不是背着我偷偷锻炼了？许兄莫要胡言。好了，准备一下，今晚我们就得出发去前线。当夜，许巍和江若初出了皇城，直奔前线。莫国皇宫御书房，此时李桂香正在向龙帝告状。陛下，那许巍恃才傲物，目无王权啊！您看看他今天在大殿上那德行，竟然连您都不放在眼里。这种人，若是再让他立点功劳，那岂不是要反了天？他手里的神器，对我们来说，迟早都是个威胁。老李啊，是陛下。如今的莫国需要许巍这样的奇才，所以朕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听到有任何人说他的不好。若是他真有本事逼退蛮国，那朕希望他能在莫国安享晚年。嘿嘿，陛下，老臣明白了。下去吧，朕也累了。祈福太子先前在朝堂上培养的那些人，都还在牢里吧？回陛下，他们都已经被搜监关押了。很好，传朕的密旨，将他们无罪释放，并擢升入大理寺，让他们查查。曹两位大人，咱们那位拿着神器奔赴前线的太傅大人，可还在等朕给他一个回应呢。许巍出城当夜，莫国皇城封锁。礼部石大人与户部曹大人满门抄斩，血流成河，马车在夜色中急速飞驰。为什么不找2辆马车？马车不要钱啊！我现在很穷，朝廷也很难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是男人，挤一挤怎么了？还是说，江兄你不是男人？哼，许兄貌似也不是男人吧？你废话真多，不愿意睡就出去赶车去。江若初顿时蔫了，刚躺好，许巍的腿就搭了过来，手也开始不老实的乱动。西西，这山路颠簸，有所肢体接触很是正常。许巍，你望月城军营。数名御医进进出出，焦头烂额。怎么样，左将军的病情如何了？你们想到办法没有？殿下，左将军伤口感染，怕是大限就在这几天了。就算是神仙在世，恐怕也难以挽救啊！殿下，不好了，蛮国大军又攻过来了，望月城怕是要守不住了。旁边的紫霄城和飘雪关还没有回应吗？殿下，那是三皇子的人，他们巴不得我们战死在这儿。我们所有传出去的求援信号，全部石沉大海。此时望月城外，黑压压的都是蛮国大军。殿下。要不让人保护您先撤吧，这望月城怕是守不住了。哈哈哈，龙青青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打开城门投降，本将军还能给你个痛快。还有许巍那厮呢，叫那厮出来领死。上次本将军水土不服，才让他占了便宜，这次定要斩了他，一雪前耻。哈哈哈，将军有所不知，那许巍听到您上来，听说已经夹着尾巴逃掉了。当初太傅大人的手下败将，你还有脸面在这里叫嚣？若换成是我早就一头撞死了。你放屁！倘若许巍那厮今亦在此，我定咬下他的脑袋当夜虎。攻城即刻攻城，只要攻下望月城，本将军承诺可允许所有将士们肆意烧杀强掠武艺，是与望月城共存亡。为了身后的国土和百姓，为了莫国的尊严死战。殿下，您不能战死在这里，只要您活着，我们才有希望。请殿下速速撤离，来人护送殿下离开。我与他们有何不同？你们是要我临阵脱逃，当缩头乌龟吗？即便是死，我的尸骸也要留在这望月城。全军听令，死守。若我战死，诸位也莫要悲伤，继续守，直至最后一人。望月城另一侧城头，几十名又饿又累的守卫在城头望眼欲穿，这里是他们唯一的退路，却也是一条死路。有人来了！哼，等了这么久，朝廷就派了1辆马车过来，来看我们怎么个死嘛！回去吧，望月城马上就要守不住了。马车中，许巍缓缓走出，手持令牌：吾乃当朝太傅，奉龙帝之命，
前来支援望月城。太傅大人是文人，诗书写的再好，可这里是战场啊。是啊，他再勇猛，难道还能一人抵挡10万大军？开门，大人您不该来啊！望月城已经守不住了，您来也无济于事。从我踏入这望月城的这一刻，望月城再无人可撼动。哈哈，太傅大人久居高位，怕是不知道战场的残酷。除非你是神仙，否则这战局已经无法扭转了。带我去见左将军。军长，左护将躺在床上，高烧不退，已在死亡边缘。把他身上所有的包扎之物全部拆除，衣物脱掉。你干什么的？你是要害死左将军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稳住将军的伤情，你再折腾，他活不过今晚。这位是当朝太傅，也是陛下亲封的敕令羽衣。哦，你就是那太监啊？左将军我们都治不了，你能？我看你就是来害人的。你们想清楚，现在左将军是我们的病人，他要是死了，出了意外，我们概不负责。出了事我负责，你们要是再叨叨两句，耽搁了病情，谁担责任？将这2个年轻的留下，其他人赶出去。本御医倒要看看你如何能救活左将军。我们走。随后，老御医带着几人怒气冲冲地离开。太傅大人，您若是真能救活左将军，我们这营中所有弟兄的命，以后都是您的。别废话，把他伤口周围的烂肉全部刮掉。许巍指挥着2名御医，用他从现代带来的工具和药品清理、消毒、包扎，一套流程下来，2名御医看得目瞪口呆。行了，问题不大，死不了了。接下来只需悉心照顾便可。这就好了。找几个信得过的人，把这里看死了，别让任何人靠近，尤其是刚才那几个老家伙。随后，许巍走出军帐，江若初正等在外面。我在这里守着吧。许巍点了点头，快步奔向城头。许巍带着热武器回到莫国，即将开启热武器碾压冷兵器的旷世之战。莫国眼中不可直视的蛮国，弹指可灭。不管是凶残的蛮国，还是朝堂争斗，许巍都会让他们在真理下闭嘴。扶持龙青青坐在龙椅上，让他兑现承诺。